眼前放着12颗玻璃球，你们6人将按照顺序依次取下若干颗，最终持球最多和最少的将会被游戏抹除，而存活下来的玩家将会平分丰厚的奖励。可当你在听完规则后，直接将全部的球放入了自己口袋，因为作为程序员的你曾计算过这个问题，不管计算了多少次，最后的答案都是全部死亡。不过好在这个游戏多了一个规则，取完球后每个玩家有一次互相交换球的机会，而这点或许就是破局的关键。此时其他5人还在激烈的争论着，甚至有人明确的说他只拿2颗。这话一出，立马就有人不乐意，要是每人都拿2个，那全部人都要被抹除，因为并列最多或最少者将捅死。争论间，纹身男还踹了你一脚，不过你却不敢直接还手过去，他也不敢再做过分的事情，因为互相斗殴或是争抢都会被直接抹除。正在这时，房间里面响起了机械的声音，10秒后开始抢夺取球序号。伴随着倒计时的声音，你皱紧了眉。现在你还没有思路，就在倒计时快结束的时候，你咬了咬牙，反正最后还有换球阶段，不管怎么样，球先拿到自己手里才有做主的权利。很快，你们面前出现了6个序号牌。当其他人还在迟疑的时候，你率先向前夺下了1号牌。其他人见状也没来得及思索，也都纷纷向前抢夺了号牌。不过他们现在手中的号牌已经没了任何价值，因为你将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。当开始按照顺序取球时，你毫不犹豫地将12颗球全部放入了自己口袋。球已全部取出，取球环节结束。顿时，大爷和纹身男对着你就是破口大骂。不过还没输出2句，他们就停止了，因为马上将会开始抢夺交换序号。你飞速地思索该去抢夺哪个序号。现在球全部在你手上，若太靠前提前拿所有球的优势就没了，太靠后似乎也不行，要给别人留有余地才能有自己的机会。在倒计时刚刚结束的一刹那，凭借多年做算法的直觉，你立即冲向前去拿了第5号牌。你的举动让西装男心头一跳，为什么是5、6是什么？既然没人主动放弃，那只能做局坑别人。坑人的事情一个人不行，必须有队友。西装男不再犹豫，立即上前抢了6号牌，然后友好的对着你点了点头。毕竟球权在你手上，目前看起来你将会主导接下来的游戏进程。其余众人也快速上前取了号，最终换球顺序如下：抢号结束5分钟后开始换球。随着那道声音结束，纹身男率先对你发难：你特么拿那么多球找死啊！一会儿给我2个，不然。他边说边撸袖子向你走来，你看着他的架势无动于衷，指了指地上的躯体，那是一开始不遵守规则被抹杀的人。瞬间纹身男一阵哆嗦退了回去，你嘿嘿一笑，对着所有人说道：我劝你们都多想想，一会儿怎么让我给你们球，不然你们都是0，就算我死你们也都得死，反正我癌症晚期无所谓。说话间，你看向了西装男，这话一出，其余4人立马来到了你面前，有卖惨的，有恐吓的，还有撒娇送身的。你则是闭着眼努力的推演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他们都想要2颗，但2颗球给出去毫无意义，所以必须得给出去3颗，而要让别人接3颗，就必须得让3颗有活下去的希望。略微推演，你嘴角勾起一丝微笑。人性啊，都是怕死的，所以你们都没得选。一直盯着你的西装男，看着你嘴角的微笑，他心中的石头落了地。自己是6号，理论上只有自己能配合，要让自己配合，只有给自己一条活路。只是他想不到你会有什么手段。5分钟很快到了，由于所有球都在你手上，他们只能来找你换。1号老头一来就跪着你面前进行哭诉，他发誓他若能活下去，一定会为你烧香拜佛。听完你微微一笑，抱歉，我没有同情心，所以我不同意换球。接着轮到2号纹身男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你直接就拒绝了他。接着轮到3号时尚女，她扭着胯来到面前，一副娇柔委屈的模样。好哥哥，给我2颗球好吗？你想怎样都行。就在这里，看着眼前搔首弄姿的女人，你冷哼了一声，抱歉，我喜欢男人。不过他还是不放弃，反正都要死了就乐呵乐呵。你最后是给我球还是不给我都随你。接着轮到4号老大妈，你看她的架势就知道她必然会长篇大论。未等大妈开口，你直接就拒绝了她。当轮到你换球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你，他们都知道你这次必然要将球分出去。你稍微思索了一下，从兜里拿出了3颗球。我这里有3颗球，谁要换？说完悄悄瞥了下西装男，西装男露出一丝微笑，点头回应。虽然还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，但是他知道这3颗球不是给自己的。纹身男立即拍桌子，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谁会接这3颗球？大家都别接，大不了一起死。大妈和时尚女面露不屑之色，并不说话。这时老头猛地睁开眼，惊喜地喊道：我换！你赞赏地看了他一眼，至少他争取到了活的机会。瞬间纹身男就恼怒地开始咒骂着老头，大妈也跟着附和起来。老头则露出了微笑，至少我现在有3颗，而你们1颗都没有，必死。闻言纹身男更加恼怒，又开始指点起来。这时你对着他嘿嘿一笑，兄弟，咱俩单聊下，规则上没有说不能单聊吧？顿时纹身男大喜，西装男也微微一笑，似乎想到了你要做什么。来到角落后，你对纹身男说道：好兄弟，我给你4颗球。纹身男立即大怒，你当我傻了？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听见了，你连忙低声给他分析起来。首先我是5号，还有一个6号，我给你4颗球，如果6号向你要2颗球，那么你不就稳了吗？可是6号为什么要向我要2颗球？你要了4颗球后，我会给3号或4号任意一人3颗球。我们假设是3号，这样一来6号只有向你或者1号、3号要球。6号如果向你要2颗球，那么局面就是32302，死亡的是3个，这样奖品就是我们3个人分。而如果向另外2人要球，局面就是24302，死亡的是2个，奖品就是4个人分。你觉得6号会怎么选？纹身男咬了咬牙，虽然听着是这样，但是如果是必死，那2娘们怎么会接那3颗球？你继续放低声音向他解释，你拿了4颗之后，已经可以确定了0颗必死，所以如果他们不拿球必死，拿球了还有一定的几率向6号换球。虽然几率非常小，但毕竟还有机会活。
必死和有一定机会活之间他们会如何选择？纹身男思索了下，有些异动，忽然发现了一丝不对劲。如果你给6号3颗呢？面对纹身男咄咄逼人的眼神，你心里暗暗叹息，这纹身男也不蠢。接着你变换了表情，我给6号球可能还会有变化，我不给他球他就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。再说了，我找你过来是还有事要找你帮忙。你凑到他耳边轻声对他说道，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，我得病了，我女朋友就跑了，你给我个电话号码，回去之后你帮我。纹身男最得意的就是他的混混地位，听到这里他也有些得意，不过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妥。这样你直接给我2个，给6号2个不就行了吗？见他不松口，你加重了些语气，给你2个3号4号还会接受3个吗？你好好想想，接了我这4颗你活的几率大，如果你不接我用同样的话找3号4号，最后你加重了语气，接了超过一半的几率活，不接100%死。纹身男大脑疯狂的思索着，不接必死，接了一半几率活，还有球与我应该没问题。最终他从你手中接过4颗球。这时西装男哈哈一笑，他明白了，现在你剩下5颗球，给3号4号那么是纹身男活，给自己那么是1号老头活，不管怎样自己和你都是必活。这时大妈和纹身女反应了过来，大妈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着，时尚女则褪去了上衣想要和你。纹身男终于发现了不对，尖叫着大喊，接着语气又变得和善，你不屑地看了他一眼，你还记得吗？之前你踹了我一脚，你说你的腿怎么就这么贱呢？纹身男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立马趴在桌上，我错了，你来踹我出气。你看着光着下身的纹身男，光着上身的时尚女，心中莫名的爽，随后果断转过头对着6号西装男，6号我3颗球换你0颗，你是否同意？我同意。随后便来到了6号的换球时间，时尚女和大妈立即扑向西装男，这是他们俩最后的机会，所用的说辞还是之前对付你的那套。至于纹身男，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机会，绝望的趴在桌子上没有动身。西装男比你还要果断，直接便对着屋顶说道，结束换球。这时屋顶传来机械的声音，换球结束，最后持球结果3颗、4颗、0颗、0颗、2颗、3颗、14颗和0颗，指定末尾。瞬间3人直接在原地炸开。这时你眼前闪过一阵白光，眼前出现一个游戏商城模样的屏幕。新手试炼游戏结束，恭喜您成功在游戏中存活下来，获得兑换第33个。您的表现成功，获得神的认可，获得特殊神级天赋奖励神赐时间。天赋效果每次参与游戏可提前1分钟知晓游戏规则。你看向了面前的屏幕，只有2项可兑换商品：10天寿命10兑换币，1万现金1兑换币。你毫不犹豫地兑换了30天寿命，再兑换3万现金1个兑换币不留。接着那道声音再次响起，下一个游戏，囚徒困境。勇者无畏。你的眼前放着2个按钮，若你与对手同时按绿色的和，那你们将会同时得1分；若是同时按红色的战，那么将会同时扣1分；若是一人按红一人按绿，则红方加10分，绿方扣10分。5次游戏结束后，积分最低者并列最低者将会被抹除，而积分第一者可额外获得更多的奖励。这就是你即将要参加的游戏。提前看完规则的你眉头紧皱，囚徒困境经典的无解之局，只要以自身利益出发，无论对方如何选择，都是选择战的收益更高，哪怕事先约定也没有任何用，因为仅从规则上来看，背叛反而是正收益。很快你就来到一个房间内，在你面前还有着2女4男加你，一共7个人。本来是8人，但其中一个违反了规则被抹除了，所有人都警惕着看着对方。这时唯2的女子折纸先开口，囚徒困境必死之局。其余人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目前你还没有思路，毕竟这次参与游戏的都是老鸟，一定比上局困难。不过一个叫耗子的却对于当前的困境毫不在意，反倒是凑到你的耳边，兄弟，这真的是你第2局游戏。这话一出，众人都纷纷看向了你。对于耗子的意图他们很清楚，分最低者死，说明这个游戏总得有人死的。目前看起来你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他们看向你全都是一副和蔼的表情，对于这种情况你乐见其成。既然他们都认为你是猪，那么在一群强者中当一个最明显的弱者也未尝不可。于是你眼神开始闪躲，有些怯弱地向他们讲述上局的内容。不过你把自己和6号的角色互换了一下，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躺赢的人设。听完，耗子拍了拍你的肩膀，放心，这次哥哥我带你躺赢。接着你们看向了游戏倒计时，目前还有2个半小时，也就是1个小时，这倒是给了你们充分的讨论时间。于是兔耳朵和霸王进了一间房单聊，星辰和金刚对视一眼，共同进了一间房。折纸则是没再说话，独自进了一间房。耗子则神秘兮兮地对你说道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我们去房间单聊。进屋后他先靠着墙听着兔耳那个房间的声音，接着再次向你确认上一把你真的是躺赢的。你非常郑重地向他保证，并且还告诉他因为躺赢你获得了额外奖励。听到你肯定的回答，他也变得肃然。我可以确定你有了躺赢称号，当你被人带着躺赢之后，你可以额外获得一定数量的兑换币，而带你赢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兑换币。这就是你为什么可以获得额外兑换币的原因。你的运气真好，之后无论你在哪个副本中，都有的是大佬愿意带着你躺赢。瞬间你一副大喜的模样，那这次就依仗浩哥了。浩哥这次准备怎么带我赢？需要我怎么配合？这时耗子说出了他的计划，他让你和他进行5场游戏，然后你们同时都选择和，这样你们就能够得5分，自然就不会是最低的了。听完你则是一副疑惑的表情，如果别人也都找到队友连续5次和，那我们不就并列最低了吗？放心，现在只有7个人了，只能凑齐3队。浩哥说的有道理，只是我怎么能确定你不会在我选择和的时候选择战呢？这样你就可以以最高的分数获得最多的兑换币。瞬间他的表情又变得更加和善，兄弟，也就是你，不然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办法。获得第1不就是为了兑换币吗？但是你有躺赢称号啊，假
假如我带你躺赢，系统会给我更多的奖励。那么浩哥，你又怎么能够保证我不会选择战呢？因为躺赢是双方的，你第一次额外获得了20兑换币，躺赢得越多，获得的兑换币越多。所以你明白了吗？对于我们双方而言，选择和获得的兑换币最多。你顿时大喜，那浩哥这次就仰仗你了。说完，耗子打开门就出去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身影，你微微皱眉，因为你并没有完全相信他。虽然他给你画了一个大饼，但毕竟无论事先如何约定，在最终执行的时候，背叛的收益都远高于损失。不过他方法虽然不行，但是思路是对的。因为囚徒困境有2种破局方法，一是提高背叛的代价，2是增加合作的收益。毕竟人性总是贪婪的。霸王刚刚和兔耳朵私聊出来，耗子又立马凑了上去，一定要和兔耳朵聊聊。这时星辰找上了你，想和你单聊。他比较干脆，直接开门见山。解法很简单，只需要有一个东西，让游戏参与双方都不敢违背诺言。说着，他从兜里拿出一个契约，这个契约是之前他从商场兑换的，若是一方违反约定，将会被直接抹除。你半信半疑和他签订了契约，两人均承诺一定选择和。签订完，你耳边响起一阵声音，协议已成为者立即抹杀。临走时，他向你提了醒，让你提防一下刚才的耗子。来到大厅后，你看了看几个房间，很显然比较活跃的兔耳朵、星辰、耗子3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其余的人达成各种约定。星辰的手段自己清楚了，这剩下的2人又是什么手段？耗子的说服大法，兔耳朵的说服大法，还有剩下的折纸，他又是什么策略？你走向墙壁，再次看着墙上的规则。折纸这时注意你，若有所思的看着墙壁，他竟主动提出要和你单聊。见你和折纸进入了房间，耗子赶忙靠着墙看看能不能听到些什么。进入房间后，他指了指地上的躯体，那是最开始不遵守规则被抹除的人。看到了吗？不要被这个和蔼的气氛骗了，他们都巴不得让你死。你收起嬉笑的表情，那么你呢？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自我介绍下，我有一个天赋，能够共享我影子的视野，所以当我影子落在墙上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些别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想必你也看到了吧？瞬间你眉头松了下来，原本是准备找兔耳朵的，但想不到这里有个更聪明的，于是你将自己的天赋也介绍了一下。我可以将视线中的东西放大。我详细的看了墙上的规则，确实发现了些别的东西，只是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样的。折纸赞赏的看了你一眼，那我们一起说。于是2人异口同声的说道11。顿时你俩都松了一口气。按照我第1局的游戏经验，这游戏不会给一个无解的规则，所以我用天赋详详细细的逐字看规则，果然发现了那个隐藏的1。所以真正的规则是2个人都出和的时候得分是11。你原本的计划是找兔耳合作，让他得第1，你则是选择保密，在你们第1次游戏时同选和，不然你就公布同和为11分的事情。不过可惜被折纸截胡了。瞬间你的眼神变得凌厉。既然我们都知道同为和的得分是11，那事情就变得好办了，我们之间就没有背叛的必要了。哪怕是并列第1，收益也远胜于其他名次。只要有人背叛，那都会失去了获得第1的机会。折纸和你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，因为你们发现门缝里面闪过了一道黑影。离开房间时倒计时只有不到1分钟。这时兔儿连忙来到你跟前，耗子则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你们。你指了指倒计时，时间快到了，时间够了，来呀，让你知道姐姐的厉害。我可不是折纸妹妹能比的。你有些不服气了，这简直就是侮辱。不过你还是和他进了房间，想看看兔儿到底有什么手段。一番交谈后，你大致知晓了他的能力，他大概也是盟约类型的，只要和他互相说爱你，2人的承诺就不可以背叛。你略微沉思之前，门外面的黑影不知道是谁。兔儿的天赋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，你也并不清楚。如同星辰的协议一样，你对于兔耳朵的天赋没有把握，到底是双边制约的还是单边制约的？凭空给自己加上一个枷锁，恐怕会影响之后的计划。思之再三，你还是拒绝了他。游戏即将开始，所有人都来到了大厅，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阴险。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接下来的生死抉择。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你和折耳对视一眼，你们必须快比所有人都快，这样才能给所有人压力。当游戏开始时，你们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游戏房间，可你并没有像之前的约定那般，而是果断地按下了红色键。折纸这边亦是如此，他也按下了红色的键，因为从最开始你和折纸相互之间都明白对方在撒谎。那所谓的11分只是你们挖的一个陷阱，但目的却都不是对方，而是那个耳朵很好的人。当走出战和游戏房间时，你们再次对视了一眼，毫不犹豫地再次转身进入战和厅。不过这次意外却发生了，只听见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：1分钟内2人不能连续参与游戏。这一个额外的规则让你和折纸都有些措手不及。按照你们心照不宣的约定，你们得迅速地完成2到3局游戏，这样就能给其他人造成心理压力，然后犯错，而你们最多也只会扣2至3分。在他们看来，你们如此果断连续参与游戏，那必然是同为和，并且那个耳朵很好的人也会如其他人一样产生巨大心理压力。可结果出现了1分钟的冷却。这时你和折纸再次对视一眼，瞬间2人立刻变化了表情。你个臭婊子，不是说好了共同摁和吗？我特么撕脚叉。折纸也是一样，对着你就是一顿国粹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皆眉头紧皱。从你们俩的表现来看，结果有2个，同为和或同为战。如果同为战，那没什么好说的，这样你们就都是负分，自然是最低。他们甚至可以直接等游戏结束。但如果是同为和的话，如果等下去，他们全部都得死。可奈何游戏的结果只有参与双方知道，并且你和折纸的表情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原本是想要再次参加游戏的，因为忽然到来的规则，2人才开始相互对骂。从这种表象来看，2人明显就是在演戏，并且同为和的可能性最大。星辰更多的是疑惑，从他的视角里看来，他
他所谓的协议和兔耳朵的说服大法都不足以让别人完全的放下戒心。他原本是想等游戏快结束时，让那些扛不住压力的迫不得已在兔耳和自己之间做一个选择。可如今他的计划被你打断了。5人里最紧张的就是耗子，他有天赋顺风耳，所以一开始他就知道你和折纸的秘密。他开始的计划是保持中立，甚至还帮星辰哄骗你，并且他也听到了兔儿的天赋，他知道兔儿一定会在最后一次游戏中选择战，而他的计划就是顺水推舟，等着躺赢。直到你和折纸的秘密让他有了新的担心，若是兔耳朵一旦因为其天赋与金刚或者霸王其中一人选择了一次合，那么这个秘密就保不住了。到时间你和折纸成了一组，其余4人因为有契约组成2组，那么他就成了落单的那一个。如此一来，他什么都不做，就会变成了分最低的那个。瞬间他改变策略，他要在兔耳朵和星辰没有发现这个秘密之前，立即拉着你或者折纸来上一局，这样就能打断其余6人的组队计划。不过他此时还是有些犹豫，他担心你和折纸是在设局，兔耳朵这边也是思绪万千。这次的规则好不容易能让他的天赋发挥一次，这么好的机会不去冲第一实在可惜。他之前在门后听到了你和折纸的议论，原本兔耳朵是有些存疑的，但是你和折纸的表现让他完全相信了合适11分的事实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继续放任你和折纸，那么你们2个将得到最高分55分，而自己想要拿到55分，就必须再拉上其他人，但拉上其他人后面情况就不好控制了，并且这不符合兔耳朵的利益。所以对于兔耳而言，最好的方式是打破你和折纸之间的平衡，然后将同为合适11分的事情保密在3人之间。他也考虑过11分的事情是假的，但他不相信你们会有这样的默契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真的被骗了，他也能自救，毕竟他和其他人还有着契约。就在耗子星辰疯狂思索时，最没有负担的兔耳朵先行动了。他走到你面前，然后在你背上画着11。你稍微有些惊诧，一开始你们的目标就是耗子，但没想到第一个送上门来的居然是兔耳。很快你用微表情对他做出了回应，接着2人分别走入了游戏房内，看着你们的背影，折纸眼神带着恨意，实则他心中乐开了花。不管你和兔耳朵的结果如何，他都稳了，因为他知道你肯定选择战。正如他所想，进入房间后，你毫不犹豫地摁下了战。兔耳则有些犹豫，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绿色的盒。既然选择了利益，那就要有承担风险的准备。很快游戏结果就出来了，看着这结果，他心中竟然没有任何生气，反而是噗呲一下笑了出来。男人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出了游戏房间后，他带着优雅的微笑，保持着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折纸对着兔儿一声怒吼：“骚兔子，你 TM 用完了就还回来，现在该我用了。”这一幕让本就紧张的耗子更加慌张，现在他更加的确信11分的真实性，特别是折纸刚才的话是压死耗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看着你和折纸欲要再次进行游戏，他猛地一下来到你们跟前：“老弟，这2个女人太吵闹了，兄弟给你放放假。”然后对你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我耳朵很好。”他知道你和兔儿并没有契约，如此情况2人还能选择和，那11分的事情肯定是真的了。果然，你瞟了一眼折纸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搭在耗子的肩膀上，然后猖狂地对着兔儿和折纸吹了2个口哨。在耗子看来，你的猖狂才是正常的，毕竟你已经立于了不败之地。耗子在进入战和庭之后也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不过想一想之前2女的表情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合理。至于11分的真实性，耗子已经不再质疑了，然后直接果断地按下了绿色的和。对于一个长久自卑的人，如果突然有了一个非常突出的能力，那么他就会对自己这个能力充满了信心。耗子就是这样的，而你这边当然是按下了红色的战。很快游戏结果就出来了，听到结果的耗子瞬间一整哆嗦，他立马反应了过来，11分的事情是假的。你和折纸一开始就是冲着他耗子来的，兔耳朵只是横插一脚，那么你也不可能放过他，那他和兔耳朵现在也都是负10分，这样的话自己还有机会。他用力地掐自己大腿，然后带着一脸笑容拉开了铁门。出来时他再次热情地搭上了你的肩膀。这时游戏时间已经过半，你回到大厅内与折纸相视一笑。此刻的积分情况如下：兔儿此时还在想自己如何利益最大化，他还能参加4局，要想赢必须骗够3人。此时的星辰也是格外的紧张，从他的视角看来，刚刚3局一定是共和，那么现在的积分应该是这样。在霸王的视角中也是和星辰的一样，虽然他同时和星辰与兔儿都签订了契约，但他不能完全保证契约的真实性。思索间他还是觉得兔儿更靠谱点，接着直接一把拉起兔儿进入了战和庭。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他还是按下了和。在他看来，兔儿不仅和他有契约在身上，并且自己还拿了别人的身子。兔儿知道霸王没得选，自己的天赋是真的不过是单向约束的，他的天赋名叫背叛者的忠贞，可既然是背叛者，谈何忠贞？很快这局游戏结果就出来了，兔儿咧嘴一笑，漂亮的玫瑰都是带刺的，你选择采摘玫瑰，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金刚看着2人走出来皱紧了眉，因为霸王是冷着脸出来的，在他的视角他完全分析不出当前的局面，哪怕是星辰催促他去参加游戏，他也是无动于衷。见金刚没有反应，星辰有点慌了，我们俩来，不管怎么样得了1分肯定更为安全。金刚看了星辰一眼，继续沉默，他现在谁都不相信，甚至不信其他人真的能够都选择和。既然看不明白生死之间，就先别动，天堂和地狱他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有被选择的命运，无论是何种结果他都认。看到金刚这副模样，兔耳朵心中默默地叹了口气，没机会了。在他的视角里，现在的积分局面很清晰，倒计时越来越少了，星辰更加的紧张，生死间一时失了态，直接就是对着金刚怒吼：“你 TM 傻吗？现在这种情况必须去试一次啊！”他这一举动让金刚瞬间明白，星辰手中的协议对星辰自己形成不了约束。星辰也意识到自己露了馅，马上回头冲着霸王吼道：“霸王，咱俩去！”这是一个试探，霸王若同意了，那么他应该是负10分；若不同意，那么他应该是1分。不过霸王并不担
搭理星辰，反倒是看向兔儿。兔子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此时他知道，若是与星辰来一场，自己要么变成-20分，要么变成-9分。无论怎么选，他最后都是大的负分。而与兔儿来一次，兔儿让他一次，他还能将比分回到0。毕竟他和兔子还有一丝露水情缘，哪怕最终兔儿还是选择背叛了他也无所谓了，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。然而兔儿却直接拒绝了，他不想多生端倪。眼下他拿不到第1弹也是稳活。倒计时已经进入了最后30秒，星辰着急地对着你怒吼：“我们有协议，我们一起再得1分。”你看都懒得看星辰一眼，这个傻逼扛不住压力，越急越傻。在你视角看来，他现在和金刚一样才是最优解。于是他慌不择路地将目光投向耗子，耗子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。听到耗子的回答，星辰瞬间反应不对啊，耗子已经是不败之地，他怎么会答应？除非耗子不是1分，他是-10分。如果这么看来，你也不是3分。折纸如此安稳的原因，是因为折纸知道耗子是-10分。那么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。星辰哈哈大笑，怜悯地看着耗子：“我反悔了，我不来了。”这下所有人都捋清了局势，耗子和霸王现在是并列最少，不过他们其中一人还有机会。于是霸王再次哀求兔儿，然而兔儿一心只想要逐利，既然他已经无法得第1了，那么是5个人分奖励还是6人分，他自然分得清楚。耗子和霸王两人此刻无比绝望，因为所有人都拒绝和他们进行游戏。于是他们两心一横，在最后的几秒钟一起冲入了战和亭，然后同时摁下了战。此时冰冷的系统声音响起：游戏结束，最终积分铁柱19分，默默兔耳朵0分，满街星辰0分，大力金刚0分，折纸-1分，王座上的耗子-11分，斩龙霸王-11分，最低分-11分，王座上的耗子斩龙霸王 Game Over。冰冷的声音结束，然后就是一阵白光闪过。此时你再次来到了那个兑换界面，因为优异的表现，你额外获得了一个天赋：一每次开始游戏前有10分钟观察场地时间；2每次参与游戏前可以添加一条虚假的游戏规则。随后你将物件兑换了一番，接着那声音再次响起：下一局游戏真假刀龙，谁是卧底？你的眼前放着一排刀龙，其中一个里面放着真刀。倒计时结束前，所有玩家必须选择一个进入。游戏结束时，龙顶的铡刀会落下，真刀者死，假刀者活，并且游戏中存在一名先知者，真刀龙在先知者眼中为红色。游戏中每死亡1名玩家将会摧毁一个刀龙，若死亡玩家为先知者，则游戏提前结束，剩余玩家存活。反之，系统摧毁一个假刀龙，若先知者最终被真刀杀死，则存活玩家的奖励翻倍。提前看完规则的你眉头紧锁，因为这次的规则中没说不允许相互攻击，而且规则明确死人摧毁刀龙，但是又没有投票死人这种规则，也就是说玩家之间可以相互击杀，只需要一个不是先知者的人将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击杀，那么自己是一定能够存活的。瞬间你难受起来，毕竟自己是个智力型选手。于是你快速的观察了一下，用上局获得天赋，提前熟悉房间地形。当你发现了一个闪着微光的东西时，你的天赋时间却结束了。思索了一番，你用最后的天赋添加了一条虚假规则：若先知者死亡后游戏中存活的玩家仅剩1名，则游戏不会立即结束，存活玩家仍需进入刀龙，且最后一个刀龙一定是真刀刀龙。接着就来到了一个房间内，刚一睁开眼睛，耳旁就传来一个声音：你被选中为先知者，可选择杀死所有人，提前结束游戏。瞬间你瞪大了眼睛，原来规则没漏洞，是只有先知者知道，杀死所有人可提前结束游戏。你摸了摸腰间的匕首和装好3颗子弹的手枪，然后警惕地走在巷道内。之前提前看地形时有一个发光的游戏内道具，你决定先拿到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刚走2步就听到楼下传来打斗声，借助这声音的掩护，你很快就找到那个东西。游戏内专属道具角罩，可以模拟神颜向任意一人发出通知。接着你又在旁边发现了5枚手榴弹，收好这些东西准备离开时，你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议论声，随着那声音越来越近，你拉开了1枚手雷，随后房门从外面被推开，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刀尖，你连忙靠在门边等他再进入一点，接着直接就是一刀向他刺去。男人本身就是警惕状态，直接一个闪身躲了过去，他的举动正合你意，借此机会将手中的手榴弹扔了进去，然后将门关上，躲在墙壁后。巨大的爆炸声传来，你只感觉自己的心跳也随着爆炸声狂跳，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斥着整个脑袋。正当你想放声大笑时，只见不远处还站着2个人，瞬间你警惕地看着他们，你们好啊！无香和尚南宫萝莉，和尚则连连向你摆手，施主不要激动，我们并无恶意。你还来不及回话，房间里面传来了怒骂声，紧接着一个男子持刀冲了出来，你赶忙再次将手放入腰间，眼见要打起来了，和尚站了出来，凶徒先别激动，铁柱施主不知内情，我们可以先聊聊。这话也让凶徒稍微消了消气。无香叹了口气，指着楼下说道：这局不能随便杀人，你看到楼下的7个黑龙1个红龙了吗？这局玩智力的。你向着和尚的方向看去，然后似乎是条件反射地问道：红色的在哪儿？然而在你视野中确实有一个是红色。片刻之后，你对着和尚问道：不是8个黑龙吗？你特么骗我干嘛？和尚见此也只是低声不语，接着向你示意先去大厅内集合。刚到1楼，你就发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，不过她对你的眼神却显得十分厌恶，她的眼神让你情绪产生了丝丝变化，左手不自觉地从腰间将匕首拿了出来，巨大的恨意从心中升起。女子眉头一皱，似乎是感受到了你的杀意，两人互相对视，着边看边向后退，远离女子后，你独自来到一个角落，脑海中一遍遍回想刚才见到女人的过程。从一开始你就准备装成一个没有脑子的疯子，可为什么见到那女人后竟真的产生了杀意，并且还同样的做出警戒姿态？忽然你的心中产生了
了一个恐怖的想法，难不成那女人有类似于精神相关的天赋，类似于读心术那种？如果真是那种天赋，那就麻烦了。自己是先知者，所有人都想击杀，然后现场有一个会读心术的，所以这句是必死局。你猛地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的想要将先知者的事情从脑海中忘掉，可你发现越想忘记就越忘不了。这时和尚几人从你面前经过，你一眼瞟到那南宫淼淼，瞬间你有了个不错的办法。不一会，所有人都集合到了大厅，除先前看到的几人，还有另外3人。此时你的脑海里全是颜色废料，再一次看到灵儿时，你的第一反应是第二反应是老子一定要得到他。果然直接的 YY 很有用，灵儿仿佛读懂了你心中所想，又一次露出了嫌恶的眼神。见众人都没有什么动作，和尚率先开口说道：游戏规则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杀戮游戏。规则上说，如果最后只剩下一个，那么最后一定是真刀龙，所以必须剩2个以上，因为如果剩下2个刀，非先知者死亡概率是1/2，如果剩下3个，死亡概率是1/3。同理，活着的人越多，死亡概率越小，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杀人。和尚的分析十分合理，这也是你添加这条虚假规则的重要原因。本来就是一场武力游戏，如果直接添加一些不能怎么样的规则会太假，而这种需要让人分析利弊，反而能以假乱真。听完和尚的分析，天下站了出来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我们直接干脆一点，就8个人，每个人选一个笼子，死亡几率1/8，我们赌命。这话让所有人迟疑了一下，他的话不无道理，1/2和1/8他们还是分得清楚。当即凶徒和灵儿对视一眼，然后哈哈大笑道：老弟说的对，那我先选，我就选左边第一个。你在心中冷笑什么赌命，只不过想要通过一些蛛丝马迹让先知者暴露，并且眼前的几人明显有抱团趋势。听到凶徒选左边第一个，你眼睛眯了眯，拿出一个手榴弹，立即站在了凶徒选的刀龙旁边。你选的这个老子要看，你特么换一个吧。凶徒对于你的挑衅有些莫名其妙，灵儿也狐疑的看向了你。然而此时你心中想的是，你特么敢与灵儿眉来眼去，老子就要抢你了。当即灵儿啐了一口，将目光从你身上移开。很快每个人都选完了刀龙，和尚和天下对视一眼，既然已经确定了，那么就各自进笼吧，是生是死命中自有定数。话说完，和尚便果断地走向了他选的刀龙。你心中明白他们的目的，现在的选择和所作所为都是用于分析谁是先知者的依据。按理说此时是不能进笼的，因为非先知者肯定会迟疑，只有先知者才会因为提前知晓结果毫不犹豫的进笼，并且在进笼之后，下一步一定是逐个描述为什么选择这个笼子，每一个人都要说，然后灵儿会在一旁看着。于是你也学着和尚的模样进入了刀笼，但是脑子里依旧是颜色废料，你要用自己的手段来抵抗灵儿的天赋。很快所有人都陆续进入了刀笼，不过由于游戏时间还很充足，刀笼并没有发生其他变化。主角的一些策略，猫这里进行了大量删减，至于原因，看过原文的懂的都懂。很快所有人走出了刀笼，果然灵儿挨个对每人进行了询问，他的天赋名为角色，只要是男人他都能看懂其内心的想法。通过刚才的交流，他现在基本可以确认，凶徒、天下、香蕉应该不是先知者。至于你，虽然脑子里面全是颜色废料，但也基本可以排除。灵儿的话让天下有些意外，因为还有一个男性玩家被他遗忘了。然而灵儿只是摇了摇头，那秃驴我看不透。当即天下谨慎地看向了和尚，我天赋佛心不惧一切虚妄，想必莲儿姑娘的天赋也在虚妄之列。听到这话，天下皱了皱眉，眼下除去5位男性和灵儿，那么最有嫌疑的就是另外2个女性玩家。他转头看向刚才急着选笼子的蜜糖，直接一抖扇柄就冲着蜜糖飞了过去，瞬间2人扭打在了一起。在天下和蜜糖扭打之际，凶徒在和尚与淼淼之间看了看，最后忌惮地望了眼淼淼手上的真理，选择持刀冲向了和尚。见此，和尚也是无奈叹了口气，既然道理讲不通，贫僧也略懂一些拳脚。瞬间2人也扭打在了一起。你看着打斗的4人有些惊愕，如果是自己对上他们，想必一招就会被干趴下吧。另外一处战场就显得比较平静，香蕉男持刀盯着南宫淼淼，想上又不敢上，毕竟人家手上拿着真理。接着他指了指一旁的灵儿，你们怎么知道先知者不是他吗？他长得如此好看，如果真是他，最后再杀也不迟。这话让淼淼有些无语，他这么一个又老又丑的老斑鸠，你们竟然会觉得他好看？我要是男人，恨不得给他几刀。淼淼的这番话让你幡然醒悟，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，原来只是针对男人的话术。然而这话让灵儿十分恼怒，你为什么可以说出这么恶毒的话？淼淼拿着他的真理指着灵儿，因为老子年轻漂亮啊，老女人。都是远程武器的2人瞬间同时开火，淼淼因为有软甲挡下了攻击，灵儿因为先开火击中淼淼，所以及时躲避了一下，只被擦中了手臂。见2人同时倒地，你率先冲向了灵儿，随后他瞬间瞳孔放大，他知道了谁是先知者。接着他感觉脖梗一阵冰冷，没事的头晕是正常的。另外一边香蕉男见淼淼失去平衡，也是毫不犹豫的提刀冲了上去，淼淼来不及躲避，只能用脚挡住了这一刀。接着一个翻滚向着香蕉开了一枪，不过可惜这枪又打空了。接着他忍着痛颤颤巍巍的站起身，却发现你正在灵儿身上摸来摸去，眼下没了灵儿，你最大的阻碍也消失了。现在的场面极其混乱，打架的打架，受伤的受伤，因为你的那条虚拟的规则。此刻在他们看来，这场游戏不是简单的厮杀，不能不杀也不能全杀，必须要留一些人下来走残局，而这个残局必须由他们自己掌控。武力最强的和尚此时心中有了自己的计划，不一会武力对决的几人也分出了胜负。现在场上只剩下了4人，刀龙也消失了4个，而先知者也在剩下的4个人之中。现场的气氛有些微妙，毫无疑问目前掌控局的是和尚，他拥有最大的武力，但他现在也不敢再随便杀人了。你摸了摸仅剩的2枚手雷，还有那一直没有露出来的手枪，如何解决和尚是你接下来最困难的问题，或者说是所有人的问题。僵局之下，依旧是和尚率先发言。南宫淼淼，我觉得我们需要聊聊。在他看来，你和香
香蕉男都是被莲儿验证过的，如此唯一的女子成了最大的嫌疑对象。然而淼淼也不是软柿子，直接将真理对准了和尚。不是还有你吗，老秃驴？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？和尚站直身体，自信一笑。我说我不是，我就不是。南宫淼淼这时将目光投向你和香蕉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秃驴如此霸道，不如我们先把他灭了再说。如果他是先知者的话，最后只剩下他和你们其中任何一个，他都可以把你们打趴下，拖到真刀笼中。这话引得和尚哈哈大笑。你们若是有本事，可以3个一起上试一试。和尚的猖狂让你们皱紧了眉。铁柱施主，我还是比较相信你不是先知者的，不如你和我配合先解决这妮子。如果他不是就在杀香蕉，在无香的视角中他是最相信你的。游戏一开始他就炸了你一次，后来又收到了灵儿的金水，按照他的计划，如果真的是你，他有十足的把握拿捏你。这时另外一边的香蕉男说话了，大师，我觉得铁柱嫌疑十分大，他之前的表现在我看来是故意装疯卖傻。这话让和尚来了兴趣，虽然不知道和尚为什么这么相信你，但是知道若南宫淼淼不是，那下一个被解决的一定是自己。铁柱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瞬间你的心提了起来，难道之前哪里有了漏洞？请问你的天赋或者道具是什么？能够加入这场局的都不是第一次玩游戏了。大师的武术，南宫的真理，那么你有什么不会就那把匕首吗？你不知道香蕉到底发现了什么？先笑着将手榴弹举了起来，瞬间香蕉的嘴角勾起了笑容。你最好再想想，真的是这个吗？沉吟片刻，你仍旧举着手榴弹说道，我有一个天赋叫做军火商，每次进入游戏都会随机获得一些武器，这次给我分配的就是手榴弹，是5颗手榴弹吧？香蕉的话让你的笑容停住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自我介绍下，我的天赋名叫天眼，可以穿透墙壁看到整个别墅里面的场景。你这5颗手榴弹是在一个卧室中翻出来的吧？不要否认哦，我看着你翻出来的。好了，别再说谎了，现在你再解释下你的天赋是什么？比如你有一个可以欺骗莲儿的天赋，你之前那一番疯狂的行为我本来就觉得奇怪，是在欲盖弥彰吧？你仍然坚定地看着香蕉，我说了呀，军火商。说完从腰间拿出一把手枪，现在应该你解释解释了。你既然看到我从卧室中翻出了手榴弹，知道了这个场地里有一些道具，那么你又得到了什么道具呢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的耳边传来一个声音，先知者，你已触发现实临时通关方法，只需要立即进入真刀刀笼即可获胜，游戏立即结束。听到这道声音，你的心一下就提了起来。最开始你就获得了一个道具，那个道具的说明就是可以发出一道系统提示。既然你能取得道具，那么别人应该也可以。但这游戏忽然出现一个规则也并不奇怪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香蕉男也得到了矫照道具。刚才的声音是香蕉男通过道具做的局，两种情况都有可能。在你看来这是个假消息的可能性居多，但凡事无绝对。若按照现在的局面继续下去，你根本没有多大的把握办掉那和尚，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逃过接下来厮杀的机会。现在的你有以下3个选择：1. 立即前往真刀刀笼赌规则是真的； 2. 立即说出听到的虚假消息； 3. 装作什么都没听到。如果说出听到的虚假消息，势必会让和尚产生疑心，增加香蕉活下去的机会，并且对于自己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。但若等下去，香蕉很可能将他发出假消息的事情说出来，到那时候你又应该如何解释？并且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事情，倘若使用矫照道具的是和尚，想到这你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，自己是先知者，这第一种可能真的就不赌吗？不过是数秒间你就做了决定，你必须要赌。和尚给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如果任由他淘汰南宫和香蕉，最后只剩下你与和尚时，你没有任何把握。虽然和尚不会直接杀了你，但也会将你打个半死。这就是人性，当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，忽然有了捷径，哪怕明知道可能是陷阱，也会闯一闯。你用力捏了捏兜里面的矫照道具，然后猛地奔向左2刀笼，看着你的身影，香蕉露出胜利的笑容。是的，你耳边的声音是他用道具发出来的，他先前所说全是真的。在他的判断中，先知者一定是你，可惜和尚这个缺货不知道怎么就认定了你一定不是。弱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还靠着绝对的武力掌控了局势。如果任由和尚进行他的计划，南宫淼淼一遭殃，那马上就要轮到自己，所以他不能让南宫淼淼死，要让和尚相信你是先知者，从而解决掉你。如此一来，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你自己暴露。假定你是先知者的情况下，他不相信你不会感受到和尚的压力，只要有压力就会犯错。看着你激动地跑进左2刀笼，然后又疑惑垂头丧气地从刀笼出来，香蕉的内心激动万分，哈哈哈，你小子这么快就暴露了。原本你还是有些担忧的，但在听到香蕉猖狂的笑声后，心情瞬间放松了不少。只要确定是香蕉使用的道具，就安全了许多。见香蕉笑得如此猖狂，和尚和淼淼都一脸疑惑地望了过来。当即香蕉把他刚才使用道具的事情讲了出来。听完，和尚立刻狐疑地看向了你。我确实听到了一个机械声音，可是内容和香蕉说的有一定差别。我听到的是你被临时选中为先知者，进入左2刀笼可立即获胜结束游戏。我以为这个是游戏的声音，就没有管那么多。无香皱起了眉头，这听起来似乎也合理。当即香蕉立刻大声辩驳，大师那家伙不过是在诡辩，如果他不是先知者，怎么会相信这种话呢？规则明确说了真刀刀笼是红色的，如果他没有看到红色，怎么会相信这种话呢？听到这话，你沉思了片刻，然后似乎是有些恍然大悟。我知道了，你是害怕和尚说的那句先杀南宫再杀你，所以你先用这个道具让和尚把我杀了，然后发现我不是和尚，肯定在杀南宫，这样一来你就安全了，最后和和尚2个人赌命。话落，香蕉与你在和尚面前疯狂争论了起来。哪知2人争论的正激烈时，南宫淼淼开了口，我也听到了一个机械的声音，和他听到的一样，告诉我是先知者，让我进左2刀笼。这话让香蕉和你同时愣住了，但香蕉马上就给出了一个合理解释，是他，一定是他，他也搜到了矫照。南宫淼淼听到的声音是他故意搞的鬼，你特喵当我傻呀？我要是也搜到了这种功能的道具，老子还能被你
影片。三人叽叽喳喳的吵闹让和尚有些烦躁。不管了，还是和我之前说的一样，先解决南宫后解决香蕉。和尚用力的将齐眉棍杵在地上，现场顿时就安静了下来。香蕉一副看弱智的模样看着和尚，南宫也是一脸的严肃盯着和尚。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你立即举枪指着南宫，你特么最好别动，放好你手中的来福。和尚这小妞，我解决香蕉交给你了。对于和尚来说，现在他已经不用知道谁是先知者，他只需要找到一个最不可能是先知者的人，然后将其他人都杀了就足以通过这个游戏。还是那个问题，越是强大的人越容易先入为主，因为强大的人很不喜欢推翻自己的结论。和尚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对你微微一笑，示意你快点解决，不用对付你和南宫的热武器，他所要承担的风险也低了许多。而你则是挟持着南宫一点点靠向和尚，想看看能不能趁机阴开一手。哪这时香蕉急了，他对着和尚破口大骂，他不骂还好，和尚还能等你解决南宫再看情况，可这一骂和尚就不高兴了。在他看来，香蕉和南宫必有一人是先知者，少一人到时候分的奖励还多一些。于是他招呼了你一声，直接杀向了香蕉。和尚消失的一瞬间，你立刻拿出了一颗手雷，接着带着南宫在一旁偷瞄和尚和香蕉的战斗。对于你来说，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和尚。南宫也拿着他的真理和你一起行动。开始你在进入刀笼之前，确实用道具向南宫淼淼传了话，然而传的话却不是香蕉难想的那样，准备好杀和尚。南宫听到这个声音，第一反应就知道是谁传的。解决和尚完全符合南宫的利益，站在他的角度，你和香蕉是经过莲儿验证的，那么最有嫌疑的就是和尚，并且和尚还有着解决所有人的嫌疑。于是两人同时上好了膛，两人打斗之际，忽然一枚手雷分开过来，香蕉男当即就被直接淘汰。和尚凭借自身实力虽无致命伤，但也不好受。然而还没有结束，正当和尚要起身时，南宫的真理已经对准了他。这次我可不会再打偏了。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，作为碳基生物的和尚终是没能扛下来。在确认和尚死的不能再死之后，南宫淼淼彻底放下了戒备。按照游戏规则，当只剩下最后两人的时候，就不能再厮杀了。可当他转过身时，只见你持枪对着了他的脑袋。下次再见 ，See you again。恭喜你，游戏结束。下一个游戏拘束贝恩。你的眼前放着一个数字机，玩家需在里面输入一个0至100之间的整数，每轮输入完后将会产生一个幸运数，这个数值为所有玩家取数平均值的2/3，最终你的数值与这个幸运数的差值为你本轮的得分。3轮游戏后得分最高并列最高者将会被抹除，而积分最低者将会获得额外的奖励。看完规则的你再次眉头紧锁，这是一道比较知名的博弈题，与第二个游戏的囚徒困境一样，这种博弈题本身是无解的。假设如果所有人都选择100这个数，那么平均值就是100，而幸运值就是67。这么分析看来，想接近这个数值，那么最佳数应该是0到67。这样一来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那如果所有人都选67呢？那么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假如这个游戏里都是聪明人，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取0，但如果所有人都取0，就会出现所有人积分都是并列的情况。不过只要在所有的中间出了一个傻逼取的是非0，比如10，那么填写0的就会取得胜利。但是新问题又来了，如果有人取了非0非1的数字，那么玩家选择1能够比取0的取得更大的胜利。于是在有傻逼的情况，取1成为了最优解。而当这种思路蔓延后，当取1的人数比0多了很多之后，哪怕没有这个傻逼，最终也是取1的赢。在不考虑有傻逼的情况下，这个游戏就会变成了0和1之间的博弈。选1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，选0则是为了坑那群自作聪明的1。不过可惜你还得给游戏加点难度，让那些越聪明的死得越快。你用之前几轮游戏中获得的天赋，挨个查看了即将参加游戏的玩家名单，接着复制了一个正气玩家的千里眼天赋。他的天赋在这个游戏里简直就是绝品。先看别人输入的数字，然后自己再输入。复制完后，你发现这个天赋并不能全局窥屏，只能在半小时内共享某一玩家的视野。当你还为这个天赋觉得惋惜时，你惊奇地发现了一个老熟人，是上局游戏中差点栽跟头的兔耳朵。看来这个女人又要开始坑人了。接着为这个游戏添加了一条虚假规则，这是你专门针对千里眼下的套。新增规则：每轮填写数字结束后，最高者与最低者当轮累积积分为0，若有并列最高最低者将会随机抽取最高最低者各1名。很快你就来到了一个房间内，旁边的正是老熟人那只骚兔子。当即你拿出了新买的手机，哇，你买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旧的撇了。他也有些诧异，没想到又遇到了你。不过他并没有为上局的事情和你置气，你也趁机在他房间多停留了一会。以他的天赋出去肯定是要害人的，自己和他多待一会，会给别人一种自己肯定也中招了错觉。兔儿也感觉到了你在拖延时间，他也将计就计，只是后面多提防一下你就行了。当两人挽手来到客厅时，其余玩家一下就凑了上来。兔儿似乎是发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，直接挽起他的手进入了房间。很快播报声音传来，神选之人违反规则直接淘汰，原本的9人一下就变成了8人，剩余的8人面面相觑。接着有人开始分析起了这个游戏本质。简单来说，这个游戏就是找聪明人的游戏，并且因为在你添加了虚假规则之后，这些人的内心会变得更有趣，要进行剧烈的心理博弈，那么就需要更清楚的知道每个人的性格。现在到游戏开始还有一些时间，也自然就成了玩家之间相互了解的机会。于是玩家们一堆一堆的聊天去了，而你和青草则选择留在了原地。他是不屑于那些人为伍，而你则是有自己的打算。那些人在2个妹子带领下分成了2派，分别由兔儿和长发妹带领。尽管长发多次邀请青草加入他们，最终青草还是拒绝了他。他坚信以他自己的智商，一定会让各位观众老爷满意。而你则是以前都是武力游戏，第一次玩智力的理由也拒绝了。看着他们的身影，青草忍
忍不住向你问道，他们就不考虑怎么才能在这个游戏中活下来吗？听闻你咧嘴轻笑了一声，貌似没有危险的往往是最致命的。说完就开始闭目养神起来。此时你偷偷的使用了千里眼，通过长发女的视角，你发现兔儿正和几人聊着，显然当下和德玛应该是栽了。当游戏即将开始时，所有人再次集结到了大厅。兔儿来到你身边时，你悄悄地问了一句，怎么样，坑了几个？姐姐我出马必然全部拿下。当倒计时还剩几分钟时，孤独站了出来。这个游戏规则很明白，没有什么合作不合作的，大家随机赌命吧。劫道呵呵一笑，我先说清楚，我肯定是输入100的，你们其他人最好想清楚，是一样输入100和我赌命的，还是劫道的做法很鸡贼，先占个100的位置，抢占最高的先机，其他人如果敢来那就是拼运气，50%谁敢来？其他人也都说出了自己的选择。青草则是嫌弃的看着众人并未表态，接着凑到你耳边轻轻说了句什么，所有人都知道大部分人说的都是假的，当然也有玩真的，比如劫道、正气、长发三人显然已经开始博弈起来了，现在就看谁胆小了，只要拼掉别人然后自己一个输入最大最小值，那么按照规则这个积分就是0，而如何保证只有自己一个人输入呢？那就是明明白白告诉他人自己要输入最大最小值，你也输入，那就赌命，敢赌吗？赌命死亡几率至少1/2，不赌命去输入一个其他数字，死亡几率1/7。看着面前这场乐子，你差点笑出了声。当他们发现自己明明输入了最大最小值，但积分却不是0时会怎么想呢？他们肯定不会质疑规则有问题，只会惊讶竟然还有别人跟着一起赌命了。到了那时这场戏将会更好看。很快第一轮取数游戏开始了，长发和当下率先站出，相互对视一眼，然后坚定的各走向一个数字机。劫道妹子也连忙跟着站了起来，不过很明显的慢了一步。当下会心一笑，随后不紧不慢的坐了回来，示意劫道妹子，妹子你先请我再想想，是和你赌命呢，还是和长发妹赌命？而一旁的兔儿则是狡猾的笑了一下，若是当下赢了，那么胜利果实应该是自己的了。你则是瞟到了兔儿的笑容，心中瞬间知道了这轮是兔耳朵要栽了，这个套下到兔耳朵身上了。长发很快就从数字机里出来了，你大概能知道他输入的应该是0。当下此时嘿嘿一笑，因为他刚刚把天赋给了长发，他清楚的看到了长发的数值，他此刻格外的得意，这局游戏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开卷考试。于是他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了数字机，当准备输入100时，耳边传来一道声音，玩家摸摸兔耳朵使用了天赋，因此此游戏中只允许输入数字99。瞬间他的脸色变得惨白，随后他猛然的想到了，你似乎一直在防着兔耳朵，他当即给了自己一个大耳巴子。忽然他反应过来自己似乎还有机会，因为除了自己中招的还有其人，如果算的不差的话，自己必须输入99，那么德玛也一样，再加上兔耳朵的100，这把游戏很可能反常的是小数字死。彷徨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彷徨中不做抉择。当下认命的输入99出了数字机，看到当下出来兔耳对他微微一笑，你则是偷偷的瞄了一眼兔耳，这兔子入局而不自知，根据自己添加的虚假规则，如果兔耳不傻的话，一定会让当下输入99，而兔耳朵自己肯定是输入100，这么一来已经可以确认3个人的数字了。看着自信的兔耳又回到了自己旁边，你凑了过去轻声问道，你告诉我孤独你究竟成功没？作为交换我今天救你一命。这话引得兔耳噗呲一笑，上次我被你骗了，这次我还会信你吗？就我你哪来的底气？见他这个态度你也懒得理会他了。一会儿有他慌的时候，原本你是想将千里眼用在孤独身上，但是想了想他的危机天赋，暂定他没有中兔耳的招，索性直接用在了德玛身上。可随后你的耳边便听到了一个冰冷声音，天赋使用失败，你无法共享德玛视野。不仅如此，技能还进入了 CD， 不过没使用成功就是信息的一种，既然它可以防御住自己偷来的天赋，那么兔耳朵的天赋自然也可以防御得住，所以这么看来中招的只有一人。由于本轮取数时间快要结束，所有人都进入了一个数字机，一些数学的推理博主就略过，博主脑子不好看不懂，给大家一个公式，大家自己算。对于青草而言，面前这道题很简单，有人输入0，有人输入100，剩下的人随机输入，不管怎么看平均数都是50。对于50的平均数而言，2/3应该是33，不过青草也知道33这个数字肯定所有人都想不到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出去2个最高最低的，剩下5个人都输入33，那么代入公式最优的数字应该是24。劫道这边也想到了这一层，最后他多思索了一轮，输入了17。孤独这边的信息稍微多一些，正当他要输入时，忽然收到天赋提醒，当即他停了下来。他可以确定那2人中了兔耳朵的招，这样1半人的数值他也能大概推测出来。在他看来，青草看起来比较傻萌，他应该只能想到了2至3步，如果劫道和你不傻，应该会多推测一步。这样一来，所有人的数他都清楚了。于是他输入了34了。输入完后，他忍不住感叹一声：青草妹子真是傻人有傻福，只输一点点。德玛这边一开始就收到天赋提醒，于是他直接用天赋清除掉了兔耳的制约。如出一来，他也能大概知道半数人的数值，不过他没有像孤独一样看清青草。这样一来，他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孤独。德玛闭眼站在孤独的视角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天赋一定认为自己也是99，那么在他的视角应该是这样，所以孤独应该输入的是32。德玛会心一笑，输入了26，心中暗想那个傻逼当下要倒霉了。而你这边基础信息也差不多，在兔耳天赋下，他一定会让中招的人输入99，而他也一定会输入100。看不明白，再次给大家看下添加的虚构规则。而那个呆萌的青草妹子最开始在你耳边低语了2下，她当时说的就是33这个数字，所以你基本可以确定她一定是24。然后是劫道妹子最开始的博弈她输了，所以她肯定不会去和别人赌，那么她的选择就是17。目前在你视角最难推算的就是孤独和德玛。德玛你知道他一定没有中招，假设孤独也没有，那么他的选择应该是32，而德玛的选择就有很多了。不过推测下来他应该是24或者26，2个数差距不大，代入计算自己应该输入27。很快第一轮游戏结束，所有人脸上都写着
得十分平静。第一轮结束，此轮幸运值为27.25。然后你的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，当前累计积分0.25。听到这个数，你只是微微皱了皱眉，结果和自己的推理出现了一点偏差。不过具体的情况应该都大差不差，可能有些宝子们没看明白。这里给大家看下第一轮积分榜。第一轮结束后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此时兔儿内心在极度颤抖，他想不明白自己这轮输入了100，但是积分却不是0，说明还有一个人输入了100，然后自己赌输了。这样一来，自己和另外一个人加起来就是200了。可是根据此轮的最终结果反推，所有人输入的总和也就327，自己的天赋干扰了2人。如果2人都生效了，那么总分应该不止。如果1人生效，3人总数299，那么其余5人输入的总数字才28。唯一解释得通的是自己的天赋全失效了，那么另一个输入100的很可能是当下，这样他现在的积分应该断层第一了。于是他开始变化了策略，平常的手段自己必死，自己必须要取得一次0积分。兔耳朵立马站了出来，长发妹妹，这一次我要来和你赌命了。兔耳的选择不仅惊呆了长发，还惊呆了当下。在当下看来，原本自己是没救了的，可兔耳的举动让他看到了活的希望。你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的表演，完全能够分析出这2个人的想法。兔耳和长发争吵太冗长，猫慢直接跳过，很快来到了第2轮游戏。游戏一开始，兔耳立即冲进数字机，然后果断地摁下0。兔耳朵的果断让长发妹怂了，他只是拼狠，不是真的想赌命。当下则依然按下了99，不过在别人看来，当下应该摁下的是100。如此一来，当前的局势已经明朗了。这一次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，所有人的第一选择一定是17。谨慎的人往上探一探，写成18，预防傻逼。赌聪明人多多通过输入下探16，拉低总分值来降低平均数。最终本轮取数数值如下。输入完后，你凑到兔耳的耳边，再次轻声说道：“一会儿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救你一命，不然你必死。”兔耳望了过来，这一次他终于相信了你的话。你嘿嘿一笑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肯定自作聪明。很快第2轮结束，本轮幸运值为16.92，目前积分情况如下。你起身向兔耳挥了挥手，想活命吗？跟我去房间里面单聊一下。进屋后，兔耳表情有些呆滞。从他的视角来看，当下第1轮和自己赌赢了得分0，第2轮当下一个人100得分还是0，2轮结束后自己肯定是断档的第1名无救了。然而你的一句话让他燃起了希望。不过再向你追问时，你却避而不语。接着看向他，我现在火气很大。另一边当下此刻快要疯了。上局在别人的视角里，他一定是输入了100，然而他最终的得分却不是0分，也就是说有人输入了100，然后其他6个人输入的总数合为4。于是他开始发起了疯，这特么还有人来和我抢100，你们是都想找死吗？众人面面相觑，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在其他人看来，这个最终得分大差不差，完全合理。按照当下说的，他没有得到0分，怎么可能？德玛和孤独单独问过当下，根据当下所说，由于兔耳天赋他输入了99，按理说也是最高的了，但是积分仍然不是0。这话让2人眉头都皱了起来，他们无法判断这话的真假。另一边，你和兔耳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你和兔耳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看着疯癫的当下，兔耳心中也产生了迟疑。可是规则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质疑规则的事情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最后1轮开始时，当下忽然想到什么，开始哈哈大笑。最高最低数字得分是0，一定是假的。老子最后1轮不输入了，老子倒是要看看这个不输入数字默认积分100是不是也是假的。游戏开始时，兔耳依旧是第一个输入的，不过这次他没有再去赌了，而是输入了你给他说的数值。接着青草也跟着进去了，当下还在发疯，其余人都不敢确定他的真假，不过心理上的压力少了许多。如果真如当下所说，那么不管这局当下怎么输入，他都是积分榜首。很快所有人陆续输完了数值，只有当下是真的决定试一波，不输入默认为0积分100的规则是不是真的？兔耳出来时忽然想明白了什么，又被你骗了，所以我原本就死不了的，你就说你活没活吧，我原本就死不了，你就利用我吧。你坏兮兮的笑了笑，你怎么知道当下的积分不是我坑的？兔耳愣住了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很快第3轮游戏结束，这局的幸运值为9.08。听到这话，众人都愣了一下，不过他们来不及多想，机械声音再次响起。游戏结束，当前积分：铁柱0.41分，德玛西亚10.09分，百年孤独14.75分，青草15.25，劫道请角色19.09分，长发及瑶35.25分，兔耳朵95.59分。当下有正气253.83分，积分最高者当下有正气。在系统刚刚念出你的积分时，众人都愣住，而当下则一直在自言自语：规则是真的，规则竟然是真的。一阵白光闪过，你再次到了结算界面，接着熟悉的声音传来：下一个游戏，海盗分金币。你的眼前放着100枚金币，玩家们将轮流担任队长，做出分配提议，而所有玩家可讨论其方案的合理性，并投票表决是否同意此分配计划。若未有超过一半的玩家同意，则分配方案未能通过，本轮队长死亡，由下一名玩家继续担任队长，提议分配方案。若有超过一半的玩家同意方案，则游戏结束，而存活下来的玩家大于1，则持有金币最少者死亡，并列最少者共死。存活者可平分丰厚的奖励，持有金币最高者可获得更多的奖励。看完规则的你微微皱了皱眉。海盗分金这个游戏本身并没有多么的复杂，只需要从最后一位开始往前倒推，分析出每一位玩家的选择，从而得出哪些人可以争取，哪些人是应该放弃。可以说只要没有外力的干预，在队长序号确认的一瞬间就已经确定了生死。比如游戏一共只有3名玩家，那么3号必死1号敌，因为无论1号提出什么规则，只要保证2号不死，2号肯定同意，最终得票一定是2比1。而如果游戏有4名玩家，那就有意思了，因为死的是2号，而第一则是3号，因为1号为了拉得3票，必须要把第一送给3号。思索至此，你不再去多想，因为这个游戏还会受到玩家天赋的影响，这样一来就会产生许多不
确定性，玩家们一定会在保存自身前提下去获得更多的利益，这样一来博弈势必也会更加激烈。如往常一般，你先用天赋查看了玩家的信息，好在其余7人中只有一个叫剑神的玩家拥有高等级的天赋，你当即选择查看了一下他的详细信息。剑心地级天赋可防御其他玩家天赋的负面效果，若防御的天赋为人级天赋，则可对天赋使用者施加一次同样的天赋效果。你有些惊讶这天赋厉害啊，接着将最后一次查看给了秋风。尊老不爱幼人级天赋可对年纪比天赋拥有者小的玩家使用，你每拒绝其他玩家一次，则其他玩家不可以拒绝你的下一次请求。思索了一下，你还是复制了剑心，接着为游戏添加了一条虚假规则，投票期间每轮的队长具有2票投票权。看着这虚假规则，你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很快你就来到了一个房间内，和你一起出生的是一个老大爷，而他就是那个尊老不爱幼天赋的拥有者。而这个老头子一上来就给你下套，他每拒绝其他玩家一次，中招的玩家就不能拒绝他的下次请求。不过好在你有防御，一边和他聊着一边盘算着怎么收拾他，接着便来到客厅打算会一会其他人。可你刚一到客厅立马就愣住了，因为你发现你的天赋失效了，刚才添加的虚构规则并没有通过。瞬间你的脸色变得有些阴沉，你的这一举动被一男子发现。正当你愣神之际，大爷拍了拍你的肩膀，别怕爷爷我会救你的。你冷不丁的瞥了他一眼。此时其余6人也都来到了客厅里面，大家现在互相警惕的看着对方，接着又都变得热情，开始互相聊了起来。然而看似和谐的场面的里其实暗藏杀机。人是一种很有创造性的东西，大家都会用各自天赋去谋求最大利益，这个环节其实就是一次不见鲜血的交锋。结合他们的举动和之前看到的天赋名字，你基本可以确认每个人天赋的一些细节。秋风是让别人提要求然后再拒绝，现在基本所有人都中招了。剑神是防御天赋，他如此随意的入套，就是以便让别人对他使用天赋。软妹应该是和声音有关，丁玲看他的天赋名称就能猜个大概了。樊梦天赋真真假假，估计也已经让大部分人中招了。最后一个安生天赋晋升，从游戏开始到现在他都不语应该是防御天赋。至于那个苍狼倒是分析不出来，你微微一笑，接下来就看分配的队长序号是什么样的了。游戏很快开始，所有人来到了大厅，倒计时1分1秒的结束。你将之前的分析重新在脑子里面过一遍，8个人分100枚金币，金币最少折死，队长需要获得超过1半的票数。假如所有人都是聪明人且没有天赋干预的情况下，1号队长便可以确定生死，因为1号队长可以分析出所有人的选择，给出其他人不容拒绝的条件。分析过程很简单，以8号队长开始倒叙分析。这里分析片段太长，为了大家的观感，猫猫我直接将分析内容给大家放出来，脑子好使的宝芝们可以暂停看一下。当然以上只是在没有天赋情况下的结果，如果有天赋的干预，局面将会更为复杂。很快倒计时结束，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游戏开始，队长序号如下：1号苍狼，2号软妹，3号秋风，4号剑神，5号丁玲，6号铁柱，7号樊梦，8号安生。当前队长苍狼败月。你有30分钟的时间执行金币分配，可大声说出金币分配完成，提前结束金币分配。这话一出，现场一时之间沉默了下来。苍狼则笑得格外得意，现在的他拥有了绝对的主动性。他虽然不知道其他人的底牌，天赋也不太适合智力游戏，但他也不是傻子。如果完全不考虑天赋，此刻他应该拿出4枚金币，分别给到3号、5号、7号、8号。然而事情肯定不会那么简单。苍狼很自信，先前他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他坚信自己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天赋影响。回想起你先前的表情，他嘴角勾勒出一个微笑。只见苍狼拿起6枚金币，分别在6人面前1人放1枚，最后再将1枚金币放入自己手中。当然有1人面前没有金币，那就是这局游戏都是大佬，何必争得你死我活？不如1人1枚金币，剩下的93个金币就不分了，如何？苍狼的意思所有人都听懂了，这样除了你以外，其他人都不会有任何的风险。所有人都微微一笑，没有多说话，毕竟这个方案只有你吃亏。你猛地一激灵，一股恐惧蔓延全身，豆大的汗水从额头瞬间冒起。从开始的天赋失效，再到苍狼毫无理由的只让自己死，这都说明暗地里面有人在针对自己。于是你直勾勾的盯着苍狼，为什么是我？苍狼不屑看向了你，天堂地狱你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有被选择的命运。你的小心思我早就看透，在他看来这个方案虽然不能利益最大化，但能让游戏提前结束，降低所有人的风险。对于这个方案，所有人都微微一笑，没有多说话。瞬间一股恐惧蔓延你全身，你不明白1号为什么会针对自己，还是说这局游戏里他有额外的任务？你立即起身，直勾勾的看着他，你这么着急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任务吗？这话问的苍狼一脸懵，看到他的表情，你瞬间冷静了下来，瞬间明白他则让自己死的原因，原来是之前你看到墙上的规则时的表情，让苍狼误以为你只是个新手。想起前因后果后，你顿时放下心，看到你没有了之前的紧张感，苍狼更懵了。他不明白你为什么面对死亡还如此轻松，你无所谓的摊了摊手。你的方案太过理想化，有没有问过其他人他们会愿意吗？听闻苍狼瞬间哈哈大笑，在这种游戏里面能够活下来已是大幸，又何必冒着风险寻求更多呢？你对着他轻蔑的笑了一声，是啊，在这种游戏里面，大多数的时候能够活下来已经是幸运，根本没有机会争夺更多。但如果恰好能够有机会争夺更多的时候，怎么可以放过？你的天赋也许不适合智力游戏，但是别人也一样吗？说完你便闭上眼睛，不再搭理他。先前那些活跃的人怎么可能在不见血的情况下顺过此局？见此，苍狼也不想与你多言，他还是确信自己没有中其他人的陷阱。正当他要劝说其他人时，他的耳边传来了一个声音：玩家秋风使用天赋，请将桌上的93枚金币以及剑神软妹面前的金币放入秋风面前，否则你将受到死亡惩罚。瞬间苍狼面容苍白，他完全想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时候中的招。不过既然已经收到了提示，他也不
不敢拒绝，颤抖的将95枚金币放在了秋风面前。看着自己面前的96枚金币，秋风脸上的沟壑又深了几分。如果这个游戏第一把就要结束，这是他能够接受的唯一方案了。活5个死3个，并且自己第一。随后他看向手里有金币的几人，就算你们有些别的手段，但是能够活下来，并且只有5个人活下来也是大幸，不是吗？说完也便如你一般闭目不再说话。其实他也没有指望这次就能够通过，当然通过自然最好，没过也无所谓。而这时的苍狼已经汗流浃背了，带着巨大的恐惧，他伸出颤颤巍巍的手，将秋风面前的96枚金币全部挪到樊梦的面前。他现在已经有些欲哭无泪，因为他先前的谨慎全部放在了女玩家身上。此刻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，现在已经有4人没有了金币，也就是说他的同意票最多也只有4票。正当他着急之际，忽然灵光一闪，他刚刚拿走秋风的金币并没有受惩罚，根据他先前的经验，这些天赋都是有时效性的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他一把将樊梦的97个金币拿了过来，随后猛地闭上眼睛。半晌之后，苍狼惊喜地睁开眼睛，有些得意地看向秋风和樊梦，然后将97枚金币重新进行了一次分配。这次是除了秋风和樊梦外，其余人1人1枚。在他看来，其余人在见识到秋风和樊梦诡异的天赋后，其他5人多少应该会心有顾忌，从而愿意这次溜缝跑路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他立即对着空中大喊：金币分配完成！你把玩着手上的金币，你是怎么确定我们一定会满意这个分配方式？6人共分200兑换币会不会太少？难道你没有看到樊梦和这老东西的天赋吗？这么强悍的天赋，难道你不害怕？你懒得再搭理他，坚信他这次肯定是栽了。接着开始思索起怎么应对软妹的分配。自己的序号是6号，7号是樊梦，8号是安生。安生很诡异，到现在为止不发一言，而他的序号又刚好是8号，不用说话。樊梦绝对是会害怕安生，到了自己只要保证樊梦不死，他绝对会同意。所以只要到了6号自己为队长，樊梦肯定得不了第一。此处省略1万字内心分析内容。很快就到了投票的环节，所有人带着各自的心思进入了投票间。2分钟后，所有人走出投票机。投票结束，2票同意，6票拒绝。分配金币方案未通过，队长苍狼拜月淘汰。接下来由最软妹妹开始分配。最软妹妹娇笑一声，与苍狼不同，她并没有急着分配金币，而是和其他人聊了起来。上一把分金方案竟然有2个人同意了，除了已经死了的苍狼以外，还有1人同意了。剑神、铁柱是你们2人之一吧？其他人都知道软妹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很简单，剑神和你都没有表现出过有天赋的样子，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剑神和你其中1人只想着保命。安生的诡异让其他人都以为他有保命的手段。剑神和你同时微笑的看着软妹，并没有说话。在剑神心中，那一票自然是你投的，这也说明了你没有任何天赋；而在你心中，则可以十分肯定那一票是安生投的，这说明了安生的天赋只能被动防御。见到你和剑神不回话，软妹继续分析道：8号姐姐，你一直到现在都不说话，看起来应该是个有不得了的手段。所以7号哥哥，你虽然有天赋，但你真敢轮到你来分金币吗？那么6号哥哥，如果到了你当队长，你似乎只需要给7号1个金币，你就可以获得第一。你撇了撇嘴，那可不一定。如果安生可以控制繁华，或者我投反对票呢？那可太危险了。软妹赞赏的点了点头，你能这么想很好。如果这样，那你更应该担心5号。如果5号选择和繁华1人1个金币，然后共分200兑换币，让你和安生死，你觉得你能够怎么办？你无奈一副没办法的样子。没办法，如果到了我7号得不了第一，肯定不如和5号共分奖励，而5号和7号都可以选择控制我，让我必须投同一票，所以最后3票同意我会死。软妹很满意你的配合，接着看向剑神：4号哥哥，对不起，我要跳过你了，你没有任何天赋。5号和7号肯定都会希望你死后2人共分兑换币，所以如果你当队长，你没有活下去的可能。剑神无所谓的笑了笑，那我就把第一给到7号繁华，难道他不会支持我吗？只要到了5号繁华就可获得100兑换币，你哪怕给他第一，要防止5号的天赋，你们也得4人活才靠谱。4人存活的第一能有100兑换币吗？你觉得7号是更愿意赌未知的100兑换币呢，还是让你死了去搏那靠谱的100兑换币呢？剑神点了点头，你大你有理。最后软妹将目光放在了3号大爷身上，4号没有活下去的可能，所以3号老爷子，你最大的对手就是5号和7号。请问老爷子，你有把握拼杀过他们2人吗？秋风皱着眉头并不说话，是的，他没把握，但此刻他口中也不能认怂。既然5号和7号争取不了，那老夫不如就给4、6、8号各1枚金币。要知道1号队长只有1票同意，也就是说看起来没有手段的4号和6号，至少1人还有别的手段。听闻软妹只是点了点头，然后拿起2枚金币，在3号和5号面前各放1枚。老爷子说的没错，未知总会有风险的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是你们2个争何必呢？与其承担风险，不如和平共赢。最后他再拿出1枚金币放在自己的面前，我们3人都是有天赋的，若我们3人联手，定能得票过半。繁华哥哥一个人是挡不住我们。老爷子，你最好的结果，不过也就是在4人存活的情况下获得第一，最多也不过100兑换币，而且还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。丁玲姐姐，你最好的结果，也不过是和繁华哥哥2人存活获得100兑换币，我们3人存活每人67兑换币，看似好像少了不少，但风险同时也小了很多，不是吗？这就是最软妹妹的方案，联合3号老爷子和5号丁玲，3人理论上可控制6票，就算7号樊梦使用天赋扳回1票，诡异的安生也扳回1票，自己也还能3人4票通过金币分配方案。第一局游戏中老爷子和樊梦展露了天赋，但软妹根据直觉还是觉得丁玲靠谱。至于秋风老爷子能够以这么大的年纪在这个游戏中活到现在，其天赋肯定不简单。丁玲沉吟片刻，然后忌惮地看了安生一眼，将那枚金币握在手中。我觉得你的方案可行。秋风也把那枚金币拿在了手中，看到
两人同意，阮妹开心的笑了起来，随即开始分配接下来的作战计划。丁玲姐姐，你去控制6号，让他投同一票；老爷子，你去搞定樊梦，让他投同一票。剑神交给我。随后阮妹对着屋顶喊道：金币分配完成。听完阮妹的分配，你看了安生一眼，果然未知的才是最恐惧的。一局游戏一句话不说，这种人看起来就不好惹。不过阮妹显然还是大意了，她凭什么认为自己和4号剑神就一定比那不说话的安生好惹呢？樊梦则有点慌，想出来讲两句，但是看到其他人都没动，他也就暂时先不说什么，并且他也做不了什么。以双手交叉，闭目思索，阮妹应该死定了。那么3号是秋风这个老家伙会怎么选择呢？5号、7号他拉拢不了，那么剩下4人他必须全部拿下。所以在3号的时候自己是肯定安全的。但是3号的方案4号剑神会同意吗？你敢肯定他不会，并且4号反水3号必死。而且最麻烦的是，如果4号进行分配，那他选择拉拢5号和7号，或者拉拢5号和7号中的一个，再加上8号安生，那么自己都有可能会死。因为只要有人对4号剑神用天赋，剑神就可以反弹额外获得1票。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在4号当队长时，如果4号没有选择自己，就直接告诉所有人4号的天赋是什么。正当你还在思考的时候，剑神先说话了：6号铁柱，你在1号当队长的时候能够用天赋让我必须选择不同意，那么你这次的天赋可以使用吗？站在剑神的角度，他现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3号做队长的阶段存活下来。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表明他没有天赋，从而让更多的人对他使用天赋。他要示敌以弱才能更好的发挥。听到剑神的忽然发问，你愣了愣，片刻后立即反应了过来。不过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樊梦就率先开了口：应该不行。按理说天赋无法让别人持续的不做某一件事情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他们有3个有天赋，我们只有你和铁柱2个人有天赋。如果按照阮妹的分配，我们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。樊梦摊了摊手：那我们就说服3号秋风让他反水怎么样？樊梦笑了笑，看向秋风老大爷：大爷，你看看你为什么要和他们2个合作呢？你看呢，就算你不相信我和丁玲，你不是还有铁柱可以和你配合吗？弄死阮妹你大有可为。你给我说这些，难道你不担心我当了队长之后你会死吗？樊梦无所谓的摊了摊手：阮妹没有给我活命的机会，能够多活一会儿算一会儿不是吗？秋风顿时哈哈大笑，有道理。这话让阮妹有些急了：老爷子，我们3人获胜共分金币，难道还能够有更好的结果？阮妹子你放心，我肯定是和你们一伙的。秋风闭着眼睛，他的心中有了一番别的考虑。这把游戏如果阮妹成了他不亏，但目前看来他的方案有很大瑕疵。原因很简单，1号当队长的时候只有1票同意，这说明了大部分人都有很大的信心。4号、6号、8号3个人中，至少有2人的底牌是肯定能够保命的。如此，阮妹的方案中容错率只允许有1个意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到了自己这里，如果同时拉拢4、6、8号，仅仅对付丁玲和樊梦2人，那容错率就很高了。如果阮妹不成，她唯一要考虑的是在自己当队长的时候冒险给自己第一呢，还是4人共分金币？可是此刻秋风反倒认为阮妹应该能成。如果剑神说的是真的，那么也就是说1号当队长时投赞成票的是8号，而4号剑神本来要投赞成票，但是被6号用天赋强制投了反对票。也就是说剑神没有任何手段，那个看起来神神秘秘的8号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段，所以只有6号一个意外。秋风心中暗道自己是肯定要投赞成票，也一定会对樊梦使用天赋。丁玲是肯定要同意的，因为站在他的角度，3人共分200兑换币，不算很理想，但是也不算很亏。毕竟3号当队长时一定会联合4号、6号、8号，除非4号足够的自信，否则自己和7号没准还真要翻车。至于对付你，那是肯定要试试的。你此时也已经不想多解释了，反正阮妹死定了。很快到了投票环节，所有人再次进入了投票间。1分钟后，众人出了投票间，阮妹是最后一个出来的。此刻她的表情已经极度扭曲了。最终结果为2票同意，5票拒绝，分配金币方案未通过，队长最软的你淘汰，下一位队长秋风瑟瑟。顿时众人一惊，只有2票同意。为什么？就算4、6、8号除了6号以外，还有人有手段，也应该是3票同意，怎么会是2票？秋风此刻没有急着先分配，他要思索的问题有很多。刚刚他是投的同意票，并且自己也控制了7号投同意票，如此最少也应该有3票同意，可此刻只有2票，说明至少有2人是控制失败了，又或者是丁玲反水了。顿时他看向丁玲，你个碧池竟然反水。此时的丁玲也正在思考为什么只有2票，思索了半天，他露出了恐惧的表情。如果真按照他思索的那般，他可能有风险。在投票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剑神也在思考为什么结果只有2票，难道是你或者7号也有防御天赋？他先站在自己的角度思索了一番，接着又带入了秋风视角，最后他暗暗地对你使了使眼色，他想让你帮忙做时丁玲反水的事情。对于剑神的邀约合作，你此刻也在皱眉沉思，因为你也感到了死亡危险。你现在是能够分析出所有的结果，此刻你无比的后悔，你就应该在上一轮投票同意，这样就没有那么快暴露。不过想了想，如果上一轮投票同意，那就是3票同意。如果樊梦控制丁玲失败，又或者剑神那里出了问题，自己就完蛋了。至于眼前，还是看看该怎么演戏吧。眼下最慌的应该是丁玲，如果站在他的视角里，自己一定是有天赋的，不管防御还是控制，应该都不会惧怕7号和8号安生。如果轮到6号当队长时，只需要让8号活命，那么6号就能得第一。所以如果5号丁玲当队长，他肯定会选择联合7号、8号3人存活平分奖励。想到这，你心口狂跳。如果到了5号自己必死，那如果队长到了4号又会怎么样呢？接着你又把自己带入了4号，轮到4号做队长时，场上只有5人，而他只需要再拉的2人即可。
如果他选择5号、7号，那么自己必死。当然，在4号看来还是联合自己更为靠谱，但是风险还是有一小半的。那么为今之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3号秋风选择自己作为合作对象之一，并且不管4号剑神如何，自己都要竭尽全力促成最终的成功。如何让秋风选择自己呢？站在秋风的角度，如果他相信了5号所言，那么秋风选择了5号合作，另外一个合作对象一定是7号，因为秋风肯定认为4号剑神和6号的自己有手段，到了4号当队长，他一定会选择6号的你合作，如此6号的你很不可靠，反水可能性极大。如果秋风不相信5号，相信4号，那么秋风肯定会选择和6号的你合作，因为4号如果没有底牌，5号当了队长，5号的合作对象一定是7号，那么7号反水的可能性极大。简单来说，在秋风看来，4号和6号形成了绑定关系，5号和7号形成了绑定关系，不管实际情况如何，一定要按秋风的来，这把应该帮助4号剑神。想到这里，你立马帮腔，我可以作证5号丁玲根本没有对我使用技能，所以我才能投反对票。随着几人陆续的发言，7号樊梦也看清了场上局势，他应该是要和5号成一伙，不过他还有一种别的选择。老爷子，我还有一个方案，4号、5号都有反水的可能，我看你不如选择6号、7号的我，还有8号安生，我们4个肯定不会反水。话音刚落，4号剑神就打断了他。秋风听着场上众人的争论，一时有些头大，因为在其他人看来，3号的分配大概率会结束游戏，所以他们是在为了自己的生命争论。看着众人喋喋不休的争论，你的目光忽然瞟到沉默了整局的8号，虽然他一直沉默，但他肯定会有顾虑。想到这，你忽然站了起来，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里，我也就直说了。其实我最担心的是8号，不管什么方案，8号一定拒绝，且我又不敢让他死，到时候所有对账的票数可能都不够。这话让所有人都是一愣。秋风好奇地问道：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8号的技能。瞬间你的神色变得古怪了些。既然大家都有些忌惮8号，那么你似乎可以拿他做点文章。你先是给8号编制了一个超强的天赋效果，又给秋风分析了前后的利弊。此时如果站在上帝视角，3号秋风唯一的活命选择就是选择5号、7号、8号4人一起活，4人什么都不用做，正常投同意即可。再如果3号、5号、7号足够的谨慎，或者是猜到4号和你有防御天赋，干脆不对2人用天赋，那就真的完了。最后你拍了拍自己胸膛，我的天赋能够在控制5号、7号其中1人的情况下，额外控制8号安生。秋风将信将疑的向你，那么你认为我应该如何选择？他现在不相信任何人的话，这局对所有人来说都十分关键，每个人都开始向秋风发表自己的看法，都希望秋风能够选择自己。现场4人吵闹声越来越大，本轮讨论时间也即将结束。秋风当即怒吼一声，随后不再犹豫地拿出2枚金币放在你面前，按照你所说控制5号、8号的任务交给你了。接着又拿出了1枚放在了8号面前，你的诡异我怕了。随后他看向了4号和7号，思索了一下放在了7号面前，最后在自己面前也放了2枚。他想的是游戏规则说了金币最多获得奖励也越高，但没说唯一最多。看着面前的那2枚金币，你松了口气，但是还是觉得这个方案并不保险。若是3号、7号为了求稳去控制4号，那就全完了。另外，剑神和丁玲已经在思索如何使用天赋博得活下去的机会了。就在即将开始投票时，你找到了秋风。秋风愣了愣，金币都分配完成了，现在还能有什么秘密？随后你和他来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内，你将你知道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，并且准确的说出了他的天赋效果。最后再次十分严肃的告诉他，不要对4号使用天赋。至于为什么不对7号樊梦说，原因很简单，如果樊梦知道4号的技能，知道8号安生没有威胁，那么他还会愿意在这轮结束游戏吗？秋风瞬间有些慌了，掰着手指头算起来，8号没威胁对于7号而言，6号当队长7号必活，但是6号是第一，5号当队长争取7、8号，4号当队长也是争取3人，5号、7号。如果8号的事情是假的，那么对于7号而言后面都有很大的优势，所以7号很可能会反水。当即你和秋风重新商议了一下天赋使用情况，可时间不足之下思考就会出现错误。当秋风重新分配好了计划后，剑神察觉到了丝丝不对劲，他快速思索了一番，顿时眼前一亮，思考完前因后果，在即将投票之际，他现在面临2个选择：一将自己的天赋说出来赌7号繁华梦反水，坏处是自己天赋暴露，别人就不会对自己使用天赋了，一旦樊梦不反水自己必死；二赌6号不知道自己天赋，他和3号聊的是别的事情，如果秋风真的不对自己使用天赋，那么这一轮必死，2选1生与死。此时他的脑子快要炸开了，最终他还是觉得相信你的强大，选择了1号方案。当他告诉7号时，已经没有了时间，所有人都怀揣着忐忑的心情进入了投票间。很快所有人再次走出投票机，投票结束，3票同意，3票拒绝，分配金币方案未通过，遇上秋风瑟瑟淘汰。听到这个结果，你猛地吸了一口气，难道7号真的反水了？这时8号安生走到了面前，接着在你手上写上了几个字：我投的拒绝。安生原本是能够接受4人平分的结局，但是最终3号只给了他1枚金币，而其他人都是2枚，这也是他选择反对的原因。沉默不说话的人，往往更容易将心中的戾气变成孤注一掷。他脸上露着甜甜的微笑，笑盈盈地看着你。他知道4号做队长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拉拢5号、7号，当然还有一种选择，他觉得你既然这么会骗人，那你就帮他一直骗下去。不过他并没有将宝全部压在你的身上，他又来到剑神面前，在他手上写了几个字：不选我你会死。这是安生从你这里学到的新知识，利用自己的诡异在别人心中种下了误区。
最后再让你来引爆这个恐惧。当4号开始分配时，他此刻无比忐忑。他知道刚刚一定是8号投的拒绝，因为7号并没有选择对他使用天赋。8号既然敢反水，那他的天赋一定非常强大。他在看向你时顿时慌了神，你的表情更加的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只见你此刻正满脸的惊恐，似乎连直视8号的勇气都没有。剑神心跳加速，果然你真的知道些什么事情。当即他向你发出了邀约，示意干聊。人最大的恐惧永远是来自于自己，这就是你对付剑神的方式。从理论上来讲，剑神肯定是要选自己的。分析内容省略1万字。当4号向你问起8号的情况时，你知道这局基本已经结束了。你的表情带着一丝恐惧。我的天赋是能够看到别人的天赋。接着完完整整的说出了剑神的天赋，又挨个说出了其他人的天赋。当说到8号时，你一阵苦涩，我无法看清他的天赋。最后还小声的说了句，可能是神级，所以不能复制他的天赋。虽然很小声，但是剑神还是听到了。你猛地抬起头，似乎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有些无奈的对他说道：是的，我能够看到别人的天赋，也能复制天赋。接着将复制剑神天赋的事情告诉了他。瞬间剑神恍然大悟，之前的事情仿佛全部清晰了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8号安生天赋的？在桌子上写他投票拒绝的时候。按照我的分析，8号安生第一局应该是投票同意，之后我就没有再关注他了。可是上一轮他竟然投票拒绝，于是我利用这次查看天赋的冷却周期查看了一番。你说的十分合理，剑神按照你说的逻辑复盘了整局游戏的历程，毫无破绽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安生第一次游戏为什么选择同意，又结合了他整局游戏的表现。开始8号同意是因为他天赋有很大副作用，比如整局游戏不能说话，又或者是游戏时间越久效果就越强。毕竟如此强大的天赋能够随意使用就太犯规了，所以开始他想结束游戏是因为天赋，现在不想结束游戏也是因为天赋。见他脑补的如此合理，你又给他加了一把火。只有面临选择的人才能知道面对未知的恐惧。两人交流结束后，剑神拍了拍你的肩膀，这把游戏我们两个绑定在一起了。我死了5号当队长，你必死。当剑神和你从房间出来时，5号和7号就在叽叽喳喳的让剑神选择自己。然而剑神此时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，他是打算放弃5号7号，如此最终得票就是3比2。而5号7号为了活命，一定会对他和你使用天赋，哪怕8号反水，他和你也能通过反弹得到3票，强行结束游戏。虽然现在他已经知道了除安生外所有人的天赋，也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，但他现在一点风险也不想承担，因为他至少知道一点，其他4人中只有你没得选。你想要活，必须让游戏结束在自己这一轮。彷徨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彷徨中不做抉择。当即剑神拿起3枚金币，将1枚金币恭敬地放在安生面前。安生小姐，您只需要同意即可，其余的我和6号会处理。接着再将1枚放在你的面前，最后在自己面前放了1枚。金币分配完成，此刻的5号和7号彻底慌了。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丝希望，两人只需控住8号安生，让他投反对即可。可是由于安生整局的沉默，他们先前对安生使用的天赋并没有成功，所以现在的局面对他们来讲是你的眼前放着3座石像，其中1尊只会说真话，1尊只会说假话，还有1尊既可能说真话也可能说假话。而你至多能向石像提出3个问题，每当石像回答你的问题后，对应石像额头上的宝石会发出红光或绿光，而红光和绿光中的一个代表着是即肯定，另一个代表着否即否定。倒计时结束后，若你不能区分出石像，将会被抹除。看完规则后，你疯狂地挠了挠头，脑子好使的小伙伴可以思索一下。本局的主要难点在于，其中1尊石像的回答不可控，一定要将它分辨出来才能够顺利往后推进。同时灯光的含义又构成了第2个难点。假如花一个问题来辨别含义，仅剩的2次机会是否能准确分辨出他们的身份？于是你再次仔细看向了规则，思索间发现了一丝丝的线索。本局的要求是区分出3尊石像的具体身份，但并不强求玩家弄清红绿灯的含义。那么有没有可能，即使不知道灯光颜色所代表的含义，也可以直接得到答案？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抽象的问题具体化。我们假想这样一个情景，石像只有2尊，1尊说真话，1尊说假话，而红绿灯的意义仍然不确定。那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我问你1+1是否等于2，你会亮红灯吗？首先假设红灯是肯定，绿灯是否定。第一种情况提问的对象是真话石像，1+1等于2命题正确，他的回答为是，因此亮了红灯。第二种情况提问的对象是假话石像，直接问1+1是否等于2，命题正确，他的回答是会亮绿灯，但由于后方加了一个你会亮红灯吗的尾缀，假话石像必须要在说谎的基础上说谎，双重否定表肯定，因此最后他的回答仍旧为是，最终亮了红灯。其次，假如绿灯是肯定，红灯是否定，第一种情况提问对象是真话石像，1+1等于2命题正确，按理他应该亮绿灯，可此处的询问为你会亮红灯吗？答案当然是否，因此亮了红灯。第二种情况提问对象是假话石像，结果虽然需要绕弯，但终归还是会亮红灯。由此类推，假如命题是错误的，用相同的话术去问2尊石像，他们都会亮绿灯。所以在这个句式中，只要前置命题为真，不论哪尊石像都会亮后续提问的灯光颜色；只要前置命题为假，不论哪尊石像都会亮与之相对的灯光颜色。现在我们回归到这一关的问题本身，当即你站到了一座石像面前，如果我问你，你右边的帽子石像是否是随机石像，你会亮红灯吗？片刻后，石像发出了绿色光芒，接着你走到帽子石像面前，如果我问你，你是否是真话
化石像，你会亮红灯吗？片刻后，石像发出了红色光芒。第3个问题，你依然是对着帽子石像提问。如果我问你，你右边的男人石像是否是假化石像，你会亮红灯吗？这次石像额头的宝石发出绿色光芒。当即你深吸一口气，我知道了，你的第1个问题，无论它是和身份期回答都是有意义的。根据先前推论可知，亮红灯就意味着前置命题为真，亮绿灯就意味着前置命题为假。而最终女人石像亮了绿灯，如此便分2种情况，要么它是随机石像，要么男人是随机石像。但无论如何，中间的帽子都不是随机石像。所以第2个问题询问帽子，最终它亮了红灯，意味着命题为真，它就是真化石像。既然确认了它是真化石像，那么直接让它指认其他石像的身份即可。同理，如果它亮了绿灯，便意味着帽子是假化石像。既然如此，也可以让它指认你的眼前放着12瓶饮料，其中1瓶里面装的是致命毒药，毒药滴落在试纸上后，试纸将变为红色。但这样的试纸你只有4张，且试纸使用即作废，不可重复利用。游戏一共3分钟，每张试纸需要90秒才会出结果。倒计时结束后，若不能找出毒药瓶饮料，玩家将会被游戏抹除。看完规则的你微微皱了皱眉，聪明的观众老爷们思索一下，如果是你该如何去找出毒药瓶？12瓶饮料4张试纸，或许有些朋友会想到，先将12瓶饮料分成2组取饮料混合，并将2组混合的饮料分别滴在2张试纸上，哪张试纸变红就证明毒药藏在哪一边。接下来再运用一次2分法进行检测，排除尽可能多的答案，但最终也还是要面对3选1的结局。又或者将饮料分成5、2的3份，前2者混合后滴上试纸，若不变色则毒药就藏在剩下的2份里，若变色则将变色的5瓶分成2、1的3份，前2者混合后滴上试纸，若不变色则剩下的那份是毒药，若变色则2份里有1份是毒药。表面看来这个解法还行，经过2轮筛选，最终猜对的概率大大提升。可即便如此，也仍免不了与运气2字挂钩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执行：首先我们将试纸分别记为 A、B、C、D， 然后将1、3、5、7、9、11的6个瓶里的饮料混合滴在试纸上，将2、3、6、7、10、11的6个瓶里的饮料混合滴在 B 试纸上，将4、5、6、7、12的5个瓶里的饮料混合滴在 C 试纸上，将8、9、10、11、12的5个瓶里的饮料混合滴在 D 试纸上。这个解法涉及到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知识二进制，饮料共12瓶，分别对应1到12。我们将这12个数字根据二进制对它们进行编码，可分别得到以下这12个编码。譬如0111这个数字代表7，意为2的2次方加2的1次方加2的0次方及4加2加1等于7。虽然编码不同，但它们都只有4位数。基于此，将这4位数分别分配给4张试纸。A 试纸代表最右的末位， B 试纸代表第3位10位， C 试纸代表第2位100位， D 试纸代表最左的首位1000位。当对应数字为1的时候，就将对应饮料瓶里的饮料滴在这张试纸上。比如这6个编码的末位都为1，所以将这6瓶饮料瓶里的饮料混合后，滴在负责末尾数字的 A 试纸上。同样的道理，对剩下的3张试纸也做如此操作，最终可以根据4张试纸的变色情况来做出答案判断。不变色视为0，变色视为1，就可以得到一组新的4位编码。很快4张试纸开始出现了变化 ，A、B、C、D 4张试纸的情况分别为不变色、变红、变红、不变色，也就是0110。在二进制中，0110等于2的2次方加2的1次方等于4加2等于6，所以对应的6号瓶里的就是毒药。说简单点，这其实就是一种交叉式的筛选法。打个比方 ，A、B、C 这3瓶饮料有1瓶是毒药，喝下 A、B 死亡 ，B、C 死亡 ，A、C 存活，那么 B 就是毒药。我们的方法和这是相同道理，只不过本游戏中的饮料一共有12瓶，无法通过简单的心算快速理清其中的分组逻辑，因此就用二进制编码的方式来做强制筛选，最终得到答案。当然也还有其他法子也可以测出毒药的位置，你知道是什么方法吗？眼前放着一个数字轮盘，轮盘每次转动会随机指向一个数字，1到3为小，4到6为大。每次轮盘转动前，玩家获得10枚游戏币，玩家需用手上的游戏币进行竞猜，可以同时竞猜大或者小。竞猜正确的游戏币将双倍返还为玩家积分，竞猜错误则失去对应游戏币。轮盘出现大或小数字几率不等，但会在开始前展示本轮的大小几率。游戏一共3局，每局为5小轮，每轮游戏会展示所有玩家当前的竞猜情况。玩家在每一大局游戏中拥有屏蔽一次自己的竞猜情况的机会，屏蔽后将不展示你的竞猜给其他玩家。3轮游戏结束后，累计积分最低者并列最低者淘汰，积分最高者将会获得更多奖励。看完密密麻麻的规则，你很是头疼。简单概括，这就是一个赌博游戏，因为能够提前知道最终几率，除非大和小的几率是5-5分，否则没人会选择几率小的结果。接着你再次看向了这局玩家的天赋，本想着能够复制个有用的天赋，然而下一刻你傻眼了。这一次的所有玩家的天赋都是战斗类的，也就是说这局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这局游戏将不会再有天赋干预。最后你还是试着为游戏增加了一条虚假规则，游戏结算时若积分最高者
者不止1名，则积分最高者同死。由于这条天赋太过于离谱，能不能真的生效你已经不抱希望了。很快你就来到一个房间内，其他玩家也陆陆续续来到了客厅，其中一名叫古明的女性显得特别高冷，她瞥了众人一眼就回房间了。她不屑参与游戏开始前的热身活动，除了她名叫黄甫的也是如此。他们知道游戏开始前的交流活动，一不小心就会中一些人的招。看到众人的反应，你的心中愈发不安。这些人都是在武力游戏中求生存的，因此他们的意志会格外强大。常规对聪明人的手段对于这种人不见得管用，倒不是说他们笨，而是比起喜欢玩手段的人，这种意志强大的人常规手段更难起作用。因为心中的不安，你再次看向游戏规则，毫不意外那条虚假规则失效了。如此一来，这局游戏中天赋带来的影响会变得微乎其微。总共3轮，每轮5局，游戏总共15局，每局有10个游戏币，可以选择任意数量，猜大猜小，也可以选择不猜。和常规的猜大猜小不同，这里面的游戏可以提前知道出大小概率。正常来看，所有人都会选择更高的获胜几率。如果这样一来，选择高几率的结果成了所有人的必然选择。可若是那样，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所有人的积分一样全部一起死。所以破局点在那每轮1次的屏蔽自己竞猜情况的机会。那么这个机会该怎么用呢？在胜率各50%的时候拼概率，又或者在胜率比为4比6的时候有人博小。如果有人博小，那么其他人应该怎么选择呢？原来是这样，想到了一点思路，你的眼睛越来越亮。总的来说，这把游戏已经与玩家之间的博弈无关了，完全是在比拼运气。就在游戏即将开始时，碧香发出了他的观点：这局游戏中至少有1人会被淘汰，这是必然情况。如此不如商量商量，少死2个人。这话引起一众人的不满，都是利己主义的情况下，谁会主动牺牲自己利益呢？只要没到最后一刻，那就没有商量余地。然而你却立刻进行了帮腔，认为碧香说的对，毕竟如果全部人都选择几率大的，那全都要完蛋。之所以说出这番言论是你的小心思，要是能够在言语之间让某些人犯傻，危险相对的也会降低许多。听完黄甫嘿嘿一笑，那个兄弟，要不这样，我们轮流竞猜，几率小的你做第一个。于是众人对于这个话题开始讨论了起来。不过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，那就不好说。这场看起来完全靠几率的游戏，其实有一个很难发现的数学陷阱，而利用这个数学陷阱，就很容易将别人引入歧途，从而给其他人带来机会。然而现在的核心问题是，如何让其他人发现这个数学陷阱呢？明说肯定是不行的，最好是有人配合，而配合的对象你早就找好了，那就是之前和你交流过的斐利。在众人争吵下，斐利和你对视了一眼，瞬间2人像是达成了什么协议。如果每一次大小的几率都不是50%，那肯定所有人都会选择几率大的，到最后所有人一起完蛋，还能怎么办？那就只有赌了，找一个机会赌一把小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赌几率大的胜率高，怎么去赌胜率小的？3轮总共15局赌局，总不会全部开几率大的吧？连着开几率大的几率也不高，你似乎和斐利针锋相对。可惜啊，这种赌只有1次机会，只要输1次就没了，一旦输1次就是落后20分，没救了。见火候到位了，斐利选择适可而止。是啊，输1次就没救，怎么敢赌啊？听到你们的对话，所有人陷入了沉思。按理说所有人肯定都选择几率大的，可是连续几次开奖都是几率大的，这件事情的几率又有多大呢？真的输1次就没救了吗？还是说在其他人都猜几率大的时候，一旦猜几率小，只需要赢1次就能取得胜利呢？每一次竞猜前都有10个金币，也就是说总共有4次机会，这才是获胜的方法。你环顾四周，现场至少有3人眼睛猛然发亮，果然都是聪明人。可惜聪明人更容易陷入这个概率陷阱，在许多分析中，我们都极其容易陷入逻辑误区。比如这次的游戏，猜大猜小，按理说大小几率各为50%，但既然游戏规则说有几率大小不同，那么肯定就有差异。我们假设游戏规则中每次给出的几率是这种情况，如果每轮可竞猜的金币都是10个，那么看起来似乎是每次都猜大获胜的几率是最大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计算这个事情，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奇怪结论。我们假设和 B 都在参与游戏，每次大小几率都是73，你每次都竞猜大，那么连续获胜的几率是多少呢？连续获胜1次70%，连续获胜2次是这样，如此这就已经小于50%了。连续获胜3次4次是这样，这么看起来连续获胜2次的几率已经低于没有连续获胜2次了。那对于 B 而言，在每次都将10个金币竞猜大的情况下， B 有没有一种投注方式，只要获胜1次就能超过 A 呢？这么看起来还真的有。我们做一个简单模拟， B 每次都是选择大10个金币， B 按照变化的方式竞猜开始模拟。 B 第一次金币竞猜为9大1小，而小结果几率30%。如果第一次开的结果是小，那么 B 有2个金币获得2积分累计2积分， B 有0个金币获得0积分累计0积分。这里的推演比较长，为了不影响各位观感，猫直接上图。按照上面的这种算法，如果 B 想要取得超过 A 的分数获得优势，那么只需要不会连续4次都开大即可。这种方式 B 有76%的概率取得优势。那么对于 A 而言会如何破招呢？假如不想要 B 获得胜利，那么在第一次竞猜获得胜利后，之后的每次都和 B 的投注方式完全一致，就肯定可以获得胜利。但这只是2个人的情况下，而眼前的游戏有整整8个人。假如 B 率先开始这种投注方式去搏76%的概率，站在其他7人的角度会如何选择呢？这就是你为他们设置的概率陷阱。上面的分析过程虽然复杂，但你完全不需要想那么多。如果详细细的去计算每一次竞猜后的数学期望值，就可以发现这个陷阱。全部竞猜率大的一方，其数学期望值会高于这种花里胡哨的竞猜方式。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时间。很快第一轮游戏开始，所有玩家皆眉头紧皱的进入各自房间。士林此刻沉思，连续4次都开的是几率大的结果，这个几率会大吗？很快本轮的结果的几率出现了，几率差距太大，不值得去搏，于是所有人都选择大。可结果出现时，所有人都呆了，不过没有太多反应时间，第一轮第2局就开始了。士林眼皮跳了，
条这个几率好接近，是启动的好机会。又一次将之前的分析回想一遍，好像没问题。奶奶的真刺激！看到这个几率结果时，你毫不犹豫地将10个金币全部竞猜给了大。斐利古明大毛骁重也是如此。碧香的选择是9大1小，皇甫的选择比较慢，他也考虑过那个连续出高几率的结果，但他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士林此时已经看到了碧香的竞猜结果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，当即他选择了9大1小。看到这2个聪明人的结果，你微微一笑，没有想到第一轮就已经出现了变数，如此这局游戏应该会很激烈。在这里猫猫给大家上一课，在计算连续独立事件的概率问题时，千万不能将连续独立事件当成组合事件来进行分析，因为这就是概率陷阱的本质。很快本轮即将结束，这一波博小的人有2个，分别是士林和碧香。不过在最后10秒时，碧香的结果忽然变成了10个大，看到这一幕众人吓了一跳，不过也对，毕竟结果还没出来，能够随意更改也是正常情况。很快本轮结果出来了，目前为止只有士林的积分暂时落后，这下变数就来了。在这种运气游戏内，大部分人的目标应该是活命，如果是为了活命，那么他们的选择就不仅仅是和几率相关，而是和别人的竞猜相关了。很快第一局第3轮开始了，看着这个几率你松了口气，因为博小策略一旦启动，启动者便没有任何理由停下这个策略。之前失败的沉没成本会让自身压力越来越大。站在士林的视角，他这一局的选择只有一个，于是你静等着士林的竞猜结果。可下一秒你直接傻眼了，他使用了每轮1次的屏蔽机会。正当你在思索他为什么要屏蔽的时候，士林的屏蔽操作如同信号枪一般，其余玩家们也尽数使用了屏蔽。3分钟的思索时间很快过了一大半，简单分析片刻，你脑海中已经有了个粗浅的答案，于是快速也按下了屏蔽按钮。这一局麻烦了。眼前放着一个数字轮盘，轮盘每次转动会随机指向一个数字，1到3为小，4到6为大。每次轮盘转动前，玩家获得10枚游戏币，玩家需用手上的游戏币进行竞猜，可以同时竞猜大或者小。竞猜正确的游戏币将双倍返还为玩家积分，竞猜错误则失去对应游戏币。轮盘出现大或小数字几率不等，但会在开始前展示本轮的大小几率。游戏一共3局，每局为5小轮，每轮游戏会展示所有玩家当前的竞猜情况。玩家在每一大局游戏中拥有屏蔽1次自己的竞猜情况的机会，屏蔽后将不展示你的竞猜给其他玩家。3轮游戏结束后，累计积分最低者并列最低者淘汰，积分最高者将会获得更多奖励。看完密密麻麻的规则，你很是头疼。简单概括，这就是一个赌博游戏，因为能够提前知道最终几率，除非大和小的几率是55分，否则没人会选择几率小的结果。接着你再次看向了这局玩家的天赋，本想着能够复制个有用的天赋，然而下一刻你傻眼了。这一次的所有玩家的天赋都是战斗类的，也就是说这局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这局游戏将不会再有天赋干预。最后你还是试着为游戏增加了一条虚假规则，游戏结算时若积分最高者不止1名，则积分最高者同死。由于这条天赋太过于离谱，能不能真的生效你已经不抱希望了。很快你就来到一个房间内，其他玩家也陆陆续续来到了客厅，其中一名叫古明的女性显得特别高冷，她瞥了众人一眼就回房间了。她不屑参与游戏开始前的热身活动，除了她名叫皇甫的也是如此。他们知道游戏开始前的交流活动，一不小心就会中一些人的招。看到众人的反应，你的心中愈发不安。这些人都是在武力游戏中求生存的，因此他们的意志会格外强大。常规对聪明人的手段对于这种人不见得管用，倒不是说他们笨，而是比起喜欢玩手段的人，这种意志强大的人常规手段更难起作用。因为心中的不安，你再次看向游戏规则，毫不意外那条虚假规则失效了。如此一来，这局游戏中天赋带来的影响会变得微乎其微。总共3轮，每轮5局，游戏总共15局，每局有10个游戏币，可以选择任意数量猜大猜小，也可以选择不猜。和常规的猜大猜小不同，这里面的游戏可以提前知道出大小概率。正常来看，所有人都会选择更高的获胜几率。如果这样一来，选择高几率的结果成了所有人的必然选择。可若是那样，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所有人的积分一样全部一起死。所以破局点在那每轮1次的屏蔽自己竞猜情况的机会。那么这个机会该怎么用呢？在胜率各50%的时候拼概率，又或者在胜率比为4比6的时候有人博小。如果有人博小，那么其他人应该怎么选择呢？原来是这样，想到了一点思路，你的眼睛越来越亮。总的来说，这把游戏已经与玩家之间的博弈无关了，完全是在比拼运气。就在游戏即将开始时，碧香发出了他的观点：这局游戏中至少有1人会被淘汰，这是必然情况。如此不如商量商量，少死2个人。这话引起一众人的不满，都是利己主义的情况下，谁会主动牺牲自己利益呢？只要没到最后一刻，那就没有商量余地。然而你却立刻进行了帮腔，认为碧香说的对，毕竟如果全部人都选择几率大的，那全都要完蛋。之所以说出这番言论是你的小心思，要是能够在言语之间让某些人犯傻，危险相对的也会降低许多。听完皇甫嘿嘿一笑，那个兄弟，要不这样，我们轮流竞猜，几率小的你做第一个。于是众人对于这个话题开始讨论了起来。不过他们说的是真是假那就不好说。这场看起来完全靠几率的游戏，其实有一个很难发现的数学陷阱，而利用这个数学陷阱，就很容易将别人引入歧途，从而给其他人带来机会。然而现在的核心问题是，如何让
其他人发现这个数学陷阱呢？明说肯定是不行的，最好是有人配合，而配合的对象你早就找好了，那就是之前和你交流过的斐利。在众人争吵下，斐利和你对视了一眼，瞬间两人像是达成了什么协议。如果每一次大小的几率都不是50%，那肯定所有人都会选择几率大的，到最后所有人一起完蛋，还能怎么办？那就只有赌喽，找一个机会赌一把小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赌几率大的胜率高，怎么去赌胜率小的？3轮总共15局赌局，总不会全部开几率大的吧？连着开几率大的几率也不高，你似乎和斐利针锋相对。可惜啊，这种赌只有一次机会，只要输一次就没了，一旦输一次就是落后20分没救了。见火候到位了，斐利选择适可而止。是啊，输一次就没救，怎么敢赌啊？听到你们的对话，所有人陷入了沉思。按理说所有人肯定都选择几率大的，可是连续几次开奖都是几率大的，这件事情的几率又有多大呢？真的输一次就没救了吗？还是说在其他人都猜几率大的时候，一旦猜几率小，只需要赢一次就能取得胜利呢？每一次竞猜前都有10个金币，也就是说总共有4次机会，这才是获胜的方法。你环顾四周，现场至少有3人眼睛猛然发亮，果然都是聪明人。可惜聪明人更容易陷入这个概率陷阱，在许多分析中我们都极其容易陷入逻辑误区。比如这次的游戏，猜大猜小，按理说大小几率各为50%，但既然游戏规则说有几率大小互同，那么肯定就有差异。我们假设游戏规则中每次给出的几率是这种情况，如果每轮可竞猜的金币都是10个，那么看起来似乎是每次都猜大获胜的几率是最大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计算这个事情，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奇怪结论。我们假设和 B 都在参与游戏，每次大小几率都是73，你每次都竞猜大，那么连续获胜的几率是多少呢？连续获胜一次70%，连续获胜2次是这样，如此这就已经小于50%了。连续获胜3次4次是这样，这么看起来连续获胜2次的几率已经低于没有连续获胜2次了。那对于 B 而言，在每次都将10个金币竞猜大的情况下， B 有没有一种投注方式，只要获胜一次就能超过 A 呢？这么看起来还真的有。我们做一个简单模拟，你每次都是选择大10个金币， B 按照变化的方式竞猜开始模拟。 B 第一次金币竞猜为9大1小，而小结果几率30%。如果第一次开的结果是小，那么 B 有2个金币获得2积分累计2积分， B 有0个金币获得0积分累计0积分。这里的推演比较长，为了不影响各位观感，猫直接上图。按照上面的这种算法，如果 B 想要取得超过 A 的分数获得优势，那么只需要不会连续4次都开大即可。这种方式 B 有76%的概率取得优势。那么对于 A 而言会如何破招呢？假如不想要 B 获得胜利，那么在第一次竞猜获得胜利后，之后的每次都和 B 的投注方式完全一致，就肯定可以获得胜利。但这只是2个人的情况下，而眼前的游戏有整整8个人。假如 B 率先开始这种投注方式去搏76%的概率，站在其他7人的角度会如何选择呢？这就是你为他们设置的概率陷阱。上面的分析过程虽然复杂，但你完全不需要想那么多。如果详细细的去计算每一次竞猜后的数学期望值，就可以发现这个陷阱。全部竞猜率大的一方，其数学期望值会高于这种花里胡哨的竞猜方式。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时间。很快第一轮游戏开始，所有玩家皆眉头紧皱的进入各自房间。士林此刻沉思，连续4次都开的是几率大的结果，这个几率会大吗？很快本轮的结果的几率出现了，几率差距太大，不值得去搏，于是所有人都选择大。可结果出现时，所有人都呆了，不过没有太多反应时间。第一轮第2局就开始了，士林眼皮跳了跳，这个几率好接近，是启动的好机会。又一次将之前的分析回想一遍，好像没问题，奶奶的真刺激。看到这个几率结果时，你毫不犹豫地将10个金币全部竞猜给了大。斐利股民大毛肖仲也是如此。碧香的选择是9大1小，黄甫的选择比较慢，他也考虑过那个连续出高几率的结果，但他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士林此时已经看到了碧香的竞猜结果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，当即他选择了9大1小。看到这2个聪明人的结果，你微微一笑，没有想到第一轮就已经出现了变数，如此这局游戏应该会很激烈。在这里猫给大家上一课，在计算连续独立事件的概率问题时，千万不能将连续独立事件当成组合事件来进行分析，因为这就是概率陷阱的本质。很快本轮即将结束，这一波搏小的人有2个，分别是士林和碧香。不过在最后10秒时，碧香的结果忽然变成了10个大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吓了一跳，不过也对，毕竟结果还没出来，能够随意更改也是正常情况。很快本轮结果出来了，目前为止只有士林的积分暂时落后，这下变数就来了。在这种运气游戏内，大部分人的目标应该是活命，如果是为了活命，那么他们的选择就不仅仅是和几率相关，而是和别人的竞猜相关了。很快第1局第3轮开始了，看着这个几率你松了口气，因为搏小策略一旦启动，启动者便没有任何理由停下这个策略。之前失败的沉没成本会让自身压力越来越大。站在士林的视角，他这一局的选择只有一个，于是你静等着士林的竞猜结果。可下一秒你直接傻眼了，他使用了每轮1次的屏蔽机会。正当你在思索他为什么要屏蔽的时候，士林的屏蔽操作如同信号枪一般，其余玩家们也尽数使用了屏蔽。3分钟的思索时间很快过了一大半，简单分析片刻，你脑海中已经有了个粗浅的答案，于是快速也按下了屏蔽按钮。这一局麻烦了，按照你先前的推论，士林此局应该是会选择2个小，而你则准备1个压小，其余压大。如果此局的结果是大，那么自己的积分是38分，倒数第2，倒数第1是士林积分34。如果此局的结果是小，那么自己的积分是22，与士林并列第1，其余的6个人以20积分并列倒数第1，这样才是保证自己绝对安全的完美策略。可此刻士林却使用了屏蔽自己的结果，如果他继续搏小，那么他完全没有理由隐藏，如此只有一个原因，他不想搏小了。那他想做什么呢？难道他发现了这个陷阱，然后现在隐藏投注反其
其道而行之，准备 all in 博大，将你这种准备使用完美策略的人拉到同一起跑线。除了他，其他人的选择又是什么呢？此刻你略微有些颤抖了。如果这轮选择9大1小的策略，假如这把赌局适龄 all in 10个大，那么自己压住一个在小上就是傻逼行为，因为有70%的几率和适龄并列倒数第一，有30%的几率自己一个人第一，但这是建立在其他人都 all in 大的情况。此时的适龄他发现了那个陷阱，第2轮游戏已经结束了，第3轮的概率应该独立计算，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及时止损，并且这个止损也必须给自己带来收益。在别人视角里，自己一定会继续博小，所以他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心理误差，并且这句所有人都选择了屏蔽。适龄心中十分清楚，自己开始博小之后，一定会有怕死之人不想争夺第一，而选择紧贴着自己，这样不管结果是大还是小，都不会是倒数第一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全部 all in 大。在碧香的视野里，因为有了第2局的领先，既然适龄已经率先开始博小策略，那么自己在这个时候紧随其后又会如何呢？适龄博小策略失败则适龄最低，适龄博小策略成功，碧香自己也能够跟在其身后享受红利。同样想法的还有斐丽萧仲。很快本轮结果出来了，看着轮盘上的4点，适龄此时微微叹了口气，还好通过变招将一些人拉到了同一起跑线。此时你只感觉双腿有些发软，习惯了利用天赋优势，在面对这种公平对局多少有点不适应。此时的积分分为3档，全部 all in 博大的大毛和黄甫目前40分领先，第2档是古明和你9分，第3轮你们都选择了9大1个不压，并列最后的分别是斐丽、萧仲、碧香和扳回一城的适龄。来不及多思考，很快第4轮开始了。面对和第3轮一样的概率，落后的4人各有着不同的心思。你分析着目前的局势，所以正常来讲，落后的4个人在往后的游戏中肯定会有人选择去搏一把，那这个搏一把的人数就很微妙了。如果4个人全部都选择搏一把，那么自己有危险；如果有1-2个人选择不搏，选择等4个人中的其他人搏，那么自己就是安全的。就在你迟迟不知道该怎么决定时，忽然你想到了一个问题：目前自己是领先的，而游戏一共3局，这才第1局，那些要搏的人怎么也会等到第2局，因为这局的屏蔽机会已经用掉了。果然这次所有人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，由于第5轮的几率太大，所有人再次做出了同样的决断。第1局游戏结束，排名还是先前那样，并且有一定的中场休息时间。众人走出游戏房间后，各自的表现都不相同。看着你的表情，古明有点失望。现在至少有优势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与你的凝重不同，处于劣势的4人反倒是满脸兴奋，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在迷惑对手。于是几人开始各怀鬼胎的交流起来，而你则没有再搭理其他人，独自找了个卧室休息去了。因为你发现自己心态出现了问题。之前的游戏中，你都凭借自身天赋轻松取得优势，所以你早就无法将自己和其他玩家平等视之。在这种高人一等的心态之下，不曾想这一次自己的天赋竟然全部失效，还被迫在平等的情况下和其他玩家搏命。如果最后被淘汰了，会觉得自己亏了。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如今自己已经变成穿鞋的了。思索间竟躺在床上睡着了。殊不知正是因为你在卧室睡着的轻敌举动，从而丧失了许多场外的重要信息，让你在之后的赌局中一度陷入绝境。很快第2局游戏开始了，第1轮的几率差距过大，所有人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第2轮开始时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几率，果然落后的4人毫不意外的选择了屏蔽。随后在场所有人都选择了屏蔽。第2局的决战时刻就要来了。虽然现在玩家们的积分分为了3档，但领先的那点也极其容易被逆转，所以现在的核心是判断出别人该会做出何种选择。此时100分的2人有2种选择，一激进派还是选择 all in 大。这种思路是不管别人如何，自己牢牢地抓住60%的几率持续冲击第一。2保守派选择9大1个不压，这种思路偏于防守，为的是在40%几率开小的时候，仍然保证自己不会是最低。站在100分的玩家角度来看，如果目标是为了保证不是最低，那么需要防守的对象就是落后的4人，所以保守派需要分析98积分的人会如何抉择。对于98积分的激进分子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超过99积分的人，那么98分的激进分子的选择应该是9大1小。当然98积分的人也会有保守派这个后面再分析，所以在你的分析中，保守派的选择是9大1个不压。如果此轮结果为大，保守派此轮积分19分，而98积分分段的玩家最多也就是20分，如此保守派还有1分的优势。如果此轮结果为小，保守派此轮积分得分是1分，而98积分分段的玩家最多也就是2分，保守派仍然有1分的优势。那么那落后的4人又如何选择呢？首先落后的4人也分为保守和激进2派，激进派的选择为9大1小，将一个压小博40%的机会与保守派拉开，一个金币的差距，就算这一把赌输了，也保留了继续博的机会。如果这次直接上2个金币压小，就相当于葬送了一次博小的可能。98分段第2种保守派直接 all in 大，保守派的思路核心是针对同为落后的激进派，只要他们4人中有人去博小，就可以保证自己有60%的胜率。所以98分段保守派的方式以逸待劳。以上就是你对于100分和98分玩家的分析，认为100分段的玩家应该都会选择保守派，也就是9个大1个不压。100分段的2个人没有必要去赌60%的几率，如果 all in 大，他们很有可能会面临积分最低的局面。而98分段的玩家你也认为是保守派居多，原因很简单，这把游戏想要活下去，核心目标应该是保证自己不是积分最少的。98分段的4个玩家承受着较大的压力，激进派活下去的几率是40%，保守派活下去的几率是60%。在承受较大压力的情况下，98分段的玩家没有理由去选择几率更小的激进派，就算有你也不相信会有4个激进派，甚至更有可能的是4个保守派，只要他们4人有一个保守派，
那么自己的选择一定是 all in 大。反倒是如果选择9个大1小，如果98分段的玩家全部是保守派，那么就会有60%的机会倒数第一。很快本轮结果出来了，2点小。看着这结果你也没有多意外，但是下一刻你直接傻眼了，瞬间你的脑袋传来一阵嗡鸣。为什么那么多激进派？98分段的玩家居然全都是激进派，更为恐怖的是还有比激进派更激进的玩家。上一轮的竞猜情况如下，现在的你99分一个人积分最低，来不及多思考，第3轮开始了。不过这轮的几率差距过大，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。看着第4轮的几率你只觉得非常的刺眼，可是现在不管你如何选择都无济于事，因为你本身已经落后，在没有了屏蔽机会下，你无论怎么抉择都会是最后一名，因为领先者们根本不需要去创新，他们只需要模仿落后者的选择，不管最终结果如何，他们都会同步的和落后者获得一样多的积分，这就是所谓的帆船悖论。很快第2局的游戏结束了，虽然积分排名上出现了一点变动，可目前你依然处于最后一名。看着玩家们个个兴奋的走出来，你才想起了这局为什么如此多的激进派。这些人以往都是在武力游戏中求生存，能在武力游戏中存活下来，哪一个不是亡命之徒？第1局的中场休息自己一个人去了房间，因此错过了许多的场外信息，这才导致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不过此刻你不能表现出过多的喜怒，说了句生死有命，第3轮看运气吧，然后又独自回到了卧室。这次和上一轮不一样，这一次你是团战发动机，很快决定生死的第3局开始了。出来时你遇见了古明，他戏谑地看向了你，我一直想不通，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搏命的，你怎么还会害怕？你转头直勾勾地看着他，我说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死在你们手里，我觉得你们不配，你信吗？